你不是在熬夜打瓦吗？这里是哪里？我穿越了，这里是天玄大陆青州林家。林渊，交出太玄令吧。什么？太玄令？丧家之犬林渊，还想攥着太玄令不放？哼，自不量力！家主怎么可能让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听说樊少爷资质是黄阶上品灵根，比他这黄阶下品强多了。太玄令就该给樊少爷。本家由原主祖父所建，祖父撒手人寰后，家业被三姑婆的入赘女婿林婉珊掌控。而这太玄令乃祖父留下，激活并携带此令者，可直接前往太玄宗，成为外门弟子。前不久，林婉珊逼原主父亲外出，结果意外身亡。现在逼我交出太玄令，这一切也太巧合了吧！哼，你黄阶下品灵根资质平庸，拿着太玄令纯属浪费。反观樊儿，黄阶上品灵根，太玄令交给他，才能为林家争光。堂弟，识相点就把令牌交出来。父亲说了，只要你乖乖听话，家族会请一位一品炼丹师教导你丹道。这哪里是恩赐，分明是想把我奴役成日夜不停的给家族炼丹的奴隶。我若是不交呢？不交，那就别怪我不念宗亲之情。敬酒不吃吃罚酒，真以为家主不敢动你？再不交出来，直接捏为肉泥！我如今只是炼气3品修为，万万不是林万山的对手，硬抗只有死路一条。可太玄令是我今后崛起唯一的依仗，没有了他，就算能苟活，那也是悲惨的度过一生。我该怎么办？你交还是不交？我只数3个数：3。检测到宿主身处绝境，吃亏返还系统正式绑定。什么？系统规则：宿主每遭受一次损失或不公待遇，将根据吃亏程度、对方身份等因素，获得1到1万倍的返还奖励。新手福利：首次吃亏可触发100倍暴击返还。100倍暴击返还，既然吃亏就能返还，那我太玄令交出就能获得比太玄令100倍珍贵的奖励。既然如此，咦，那你便去死！交，我交便是。检测到宿主被强行夺走太玄令外门弟子资格，触发新手100倍暴击返还。奖励：太玄宗小珠峰令1枚，持有此令可直接带入太玄宗小珠峰峰主门下，享受峰主亲传弟子待遇。小珠峰峰主，那可是太玄宗9大峰主之一，峰主绝对的实权人物，亲传弟子更是地位超然，远超普通内门弟子，更别说外门弟子了。这波血赚啊！不过我不能太暴露，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激活了太玄令，很快宗门执事就会传送过来，接受持太玄令的弟子。到时候有宗门执事在场，林万山再胆大包天也不敢放肆。果真是算你识相，往后就跟着家族请来的炼丹师好好学，别再痴心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凡儿，快注入你的精血！哼，堂弟放心，等我成为太玄宗外门弟子，一飞冲天，说不定会赏你几块灵石花。谁能一飞冲天，还说不准呢。李某乃太玄宗外门执事，前来接引太玄令持有者。林家后人可有准备好入太玄宗者？李执事大驾光临，林家蓬荜生辉。令牌何在？持有令牌者随我回宗。在此，在此。这是犬子林凡，黄阶上品灵根，往后还请李执事多多关照。不错，随我走吧。堂弟，今后就好好为家族炼丹吧。待时机成熟，我回家招你为我的侍童。哈哈，我儿总算要飞黄腾达了。是啊，凡儿前途非凡，定会超越老家主，不像林渊这个废物。等等，晚辈亦有令牌，恳请执事带我一同返回太玄宗。林渊，休得胡言！你这什么令牌就敢拿出来？赶紧退下！就是，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太玄令已经给了凡儿，你还想耍什么花招？这是小珠峰令，竟然是小珠峰峰主亲授的入门令牌。什么？这位小友，你竟能得离月峰主青睐，真是天大的机缘。
林家能出你这样的天才，真是福报深厚啊！小竹风令，那可是比太玄令更珍贵的存在。他竟然藏得那么深！李执事误会了，这枚小竹风令乃是我林家祖传之物，并非林渊个人所有。按家族规矩，如此重要的机缘，理应由族中资质最优者继承。是啊，李执事，林渊资质平庸，只是黄阶下品灵根，根本配不上小竹风令。让他去，只会浪费封主的资源。林凡乃黄阶上品灵根，才是最佳人选。执事大人，我才是林家最优秀的弟子，小竹风令应该给我。放肆！太玄令这外门弟子名额，哼！李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小竹风令乃封主亲授，持有者即为封主内定弟子，岂容尔等随意更换？你们好大的胆子！林小友，随我回宗吧。告辞了，族长。三姑婆，堂哥，待我下次回来，林家祖业定会亲手夺回来。这就是太玄宗的实力吗？如此巨大的飞行法宝，此乃太玄宗接引灵舟，随我一起登舟吧。好嘞。此子藏得太深了。小竹风令本该是凡儿的。可恶！一个资质平庸的丧家之犬，凭什么能得到比太玄令珍贵100倍的机缘？你若不入太玄宗，那便留步。哼，入，我入。太玄宗实力果然强盛，这么大的非洲，岂是一般小宗们可比的？明明我比你资质更好，凭什么你拿到小竹风令？朱克芳！这些皆是各地家族举荐的良才，还望诸位师兄费心教导。好，林小友稍后，我已派人通报小竹峰，峰主很快便至。小竹峰？难道这位林兄弟持有特殊令牌？不可能吧？咱们都是太玄令，最多只能做外门弟子，他怎么能惊动峰主？看李执事对他的态度，绝非普通弟子，难道是有什么背景？见过冷峰主。好强的气场，他就是传闻中太玄宗的小竹峰峰主金丹大能冷离月吗？传闻小竹峰峰主冷灵月是青州年轻一代的传奇，果然名不虚传。他怎么会亲自来迎客广场？难道真是为了那个叫林渊的少年？金丹大能，小竹峰峰主，好强大，好漂亮。他就是我的师尊。你就是小竹风令的持有者，可惜就要收下他了。弟子林渊，见过峰主。令牌为真，从今日起，你便是小竹峰的人，也是我冷离月的亲传弟子。随我来吧。亲传弟子，竟然是峰主亲传弟子！我的天，亲传弟子能常随峰主左右，据说能直接使用峰主的专属灵动，还能得到峰主1对1指导，
待遇天差地别。外门弟子、内门弟子、亲传弟子，这三者之间的差距如同云泥之别。但命也太好了吧！凭什么？李渊，这一切本该是我的，是你抢走了我的机缘，我绝不会放过你。这里便是小竹峰，往后便是你的修行之地。是，师父。环境安静，正好适合修炼。我接任小竹峰主之位后，也始终未曾遇到合心意的弟子。再过3个月，便是宗门大招，不出意外，我会从中挑选几名弟子收入门下。所以现在，你就是小竹峰的大弟子。什么？我是大弟子？师尊，弟子只是黄阶下品灵根，能在师尊门下潜心修行便足矣。大弟子之位，还请师尊另择贤能。我辈修士之所以修仙，求的便是一个进取。失去了向前的勇气，即便灵根再好，未来也难有大成就。修仙世界讲的不就是强者为尊，弱肉强食吗？何况我从未说过大弟子一定要有最顶尖的灵根和天赋。相反，我看你性格沉稳谦逊，又懂得进退，想来日后能够好好照顾师弟师妹，团结小竹峰一脉。原来如此。更何况林家祖上曾对我冷家有恩，当年我接任小竹峰主后，特意炼制了这枚小竹峰令，就是为了偿还这份恩情。小竹峰令最终落在你手上，这便是你我的缘分，也是天意。什么？师父和我祖上有关系？我冷离月收徒，从不在乎旁人眼光。既然选中了你，我便会竭尽所能培养你。往后这样推辞的话，我不希望再听到。没想到我资质平庸，他依旧愿意全力培养我，真是良师啊！弟子遵命，弟子定不辜负师尊厚望。从今往后，弟子定当勤勉修行，团结同门，守护小竹峰，绝不堕了师尊的威名。这里是一些你修行所需要的资源，以及太玄宗的功法，应该足够支撑你修炼一段时间。空着的竹楼，你随意居住。我平日里多在主峰洞府闭关修炼，你也可随时使用我的洞府，那里的灵气浓度是小竹峰最盛之地。修炼上有任何疑问，或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尽管来找我。我一人享有一座峰，爽啊！多谢师尊。太玄宗的入门功法？太玄清心诀再好，修炼资源再多，我这黄阶下品灵根终究是硬伤。光靠苦修，几十年后上仙也就住寂静。我可是小竹峰大弟子，将来可不能落了修行。看来还是得多多依靠系统才行。现在我如此多的资源，若是能让别人占了便宜，说不定能返还更珍贵的资源，甚至有可能获得改善灵根的天才地宝。对，就这样。小竹峰上除了师尊，没有其他人，根本找不到吃亏的机会啊。对了，外门弟子聚居地。亲传弟子的衣服也太过显眼了。你胡说，明明是你硬塞给我看的，我根本就没有偷换丹药。你给我的明明就是这枚下品聚气丹。你这小丫头片子，我给你的明明是枚中品聚气丹，晶莹剔透，灵气十足，怎么到你手里就变成垃圾下品丹了？就是，陈师兄在这外门摆摊卖中品聚气丹好几年了，向来公道，从来没有以次充好，良心着呢。你一个新来的小丫头，竟敢骗到他头上，还有没有良心了？长得倒是眉清目秀，心思怎么这么脏？肯定是见陈师兄的中品丹好，就偷偷换了自己的下品丹。识相的，赶紧把中品聚气丹交出来，不然我们就把你扭送到执法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没有偷换丹药。
走，去执法队。我不去，我没有。那你拿出证据来，你们说是不是？是啊，要有证据，不然谁信啊？证据是他。这群家伙明显就是栽赃陷害，然后另有所图。既然拿不出证据，那就只能送去执法队了。住手！你他妈谁？敢管老子的闲事？风哥，你看清楚，他穿的是白色衣服，还绣着竹纹，这是小珠峰的亲传弟子。外门弟子陈峰，见过师兄，不知师兄有何吩咐？你说真是这位师妹偷换了你的丹药？我没有。啊，这是亲传弟子啊！亲传弟子来外门弟子这样的地方做甚？难道是帮着女娃的？一个小小外门弟子，竟然喊得动亲传弟子来帮忙？误会，都是误会，怪我眼神不好，搞错了，还请师妹莫怪，师兄莫怪。往日讹诈都很顺利，今天怎么碰到小珠峰的亲传弟子了？这丫头竟然有如此大的靠山，我完蛋了！给你。中品聚气丹，师兄，这……师兄，我真的没有偷换他的丹药，不能就这么给他。事情真相你自己心知肚明，仅此一次，下次如遇到再如此欺负同门，我必然追究到底。师兄，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师兄，都怪我，让你白白损失一枚珍贵的中品聚气丹。我帮你要回来。你站住！我要的就是吃亏。丁检测到因对方恶意设局讹诈，宿主为维护同门，损失一枚中品聚气丹，触发80枚暴击返还，奖励完美聚气丹50枚。我操！完美聚气丹，丹药分下、中、上极品，完美5个等别。越是品质好，单独就越少；越是品质低，长期服用对修炼不好。而完美的品质几乎没有单独，吃亏返还系统撑不起我。这世上怎么还有喜欢吃亏的人？一枚中品聚气丹可抵3个月修炼时间。师兄你不是，我的意思是，吃亏就吃亏，咱不差这枚丹药。重要的是，咱们小竹峰见不得人受欺负。小竹峰今日只有1名亲传弟子，你是昨日和我们一起来太玄宗的那位师兄？我在非洲阁楼上看到过你。哦，我们一起来的，那还真是缘分。既然没事，咱们走吧。多谢师兄出手相助，今日之事若不是师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让师兄损失了1枚中品聚气丹，这份恩情我没齿难忘。举手之劳罢了，不必放在心上。师兄，我现在没有足够的灵石购买中品聚气丹，请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还给您的。对了，你也来自大家族吧？虽然只是外门弟子，也不至于一点灵石都没有吧？外门修行不易，没有资源寸步难行啊。我祖父是筑基修士，受尽后家族就没落，家里凑了一些灵石和丹药，但族人需要修炼，就被我留在家里了。不过师兄你放心，我在太玄宗可以努力做任务，努力还你灵石。刚才送出1枚中品聚气丹，就换来50枚完美聚气丹。如果赠予更多资源，说不定能触发更高倍率的返还。你倒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姑娘。我们都来自青州城，也算老乡，往后在宗门里也可以互帮互助。这些资源你拿着。什么？不行不行，林师兄万万不可！你已经帮了我天大的忙，还为我损失了1枚中品聚气丹，星瑶已经感激不尽了，怎么能再拿你的东西？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哪来这么多废话？等你度过了这最艰难的阶段，修为提升了，手头宽裕了，再把资源还我，不就结了？林师兄，你真好，这份恩情，星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不用这么客气，都来自青州城，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往后在宗门里遇到什么麻烦，若是解决不了，也可以来小竹峰找我。师兄，我会还的，我一定会还的。 1、2、3，系统奖励来！东西都送出了，
系统很快就返还奖励的，怎么那么久没反应？我不是吃亏了吗？难道送人还说要下星瑶归还，所以不满足返还条件？对，之前2次对方都存在主观恶意，属于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让自己吃了亏。原来如此，好在送的是夏星瑶，我倒不觉得可惜。林师兄，你是青州林家的林师兄？他谁？故意撞我做事？师妹，你是？我是萧家的萧仙儿啊。小时候我们在青州城一起放过纸鸢，你忘了？我是前年来的太玄宗，刚听星瑶说在宗门遇到了你，还受了你的大恩，特意赶来看看，没想到真的遇到你了。萧仙儿，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扎着2条小辫子，总爱跟在我们后面跑的那个小姑娘。唉，真没想到你也加入了太玄宗，以后我们就是同门了，真是缘分。是啊是啊，好些年没见，林师兄都成封主的亲传弟子了，真是厉害呢。难得遇到旧时，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好好聊一聊。吃东西能让你占什么便宜？这要不晚点再吃？我正想在这边买点符纸、低阶法器之类的小物件，你不如先陪我一起去看看可好？本就愁找不到理由去破费，他自己倒是主动撞上门。好啊好啊，我对这边的铺子可熟了，保证帮林师兄挑到最好的。听说亲传弟子都有专属修炼洞府，还有封主亲自指导。我们外门弟子凑1颗中品聚气丹都要攒好久的灵石呢。小竹峰的资源确实还不错，师尊也很关照我。前面那家法器铺看起来不错，我们去看看。这位师兄想要点什么？小店有刚到的上品法器清风剑，锋利无比，适合炼气期修士使用。还有凝神玉佩，能辅助修炼，驱散心魔，都是好东西。师兄，此乃护心簪，中品法器，遭遇攻击时自动形成一层防护盾，对低阶修士来说算是不错的保命物件。掌柜的，把这枚护心簪拿给我看看。确实不错，好漂亮的玉簪！这护心簪听说能抵挡炼气8品以下修士的全力一击。上次做任务如果有它，我就不会被妖兽吓得腿软了。可惜太贵，我灵石不够。确实挺实用的。仙儿，你我既是老乡，又是旧识，难得在宗门相遇。这枚护心簪就当我送给你的见面礼吧。真的吗？林师兄，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客气什么？不过是一枚中品法器，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你在外门修行不易，有这护心簪也能多一层保障。多少灵石？300块下品灵石。林师兄，你真是太好了！以后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我一定万死不辞。举手之劳罢了，不用这么见外。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好啊好啊，前面还有一家符箓铺，里面的烈火符可好用了，做任务的时候能派上大用场。林师兄，这上品烈火符威力可大了，能瞬间燃起熊熊烈火，对付低阶妖兽和敌人都特别管用。就是价格有点贵，一叠10张就要30块下品灵石。掌柜的，这叠烈火符我买了，拿着吧，做任务的时候能用得上。林师兄，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有了你这些礼物，我以后做任务就安心多了。快出发返还！这女人占了这么大的便宜，总该有奖励了吧？1. 检测到宿主为恶意索取中品法器护心簪1枚，上品烈火符10张，对方存在刻意占便宜行为，触发80倍暴击返还。奖励筑基境极品防御法宝轩辕龙纹盾，极品引雷符100张。轩辕龙纹盾，极品引雷符。这轩辕龙纹盾可是筑基境极品防御法宝，筑基修士毕生积蓄都难以买到，更是可以抵挡筑基巅峰修士的全力一击。引雷符是上品烈火符的100倍，可以引动9天惊雷，威能恐怖至极，足以击杀筑基境修士。这萧仙儿胃口大，功力心强，
简直是为我的系统量身定做的刷奖励工具人。以后得时不时喂他点东西，这样就能持续触发系统返还，说不定下次能刷出1000倍、10000倍奖励，甚至是改善灵根的至宝。真是个大肥羊，虽然他修行之途难有出路，我才不会做他道侣，但他现在喜欢我，愿意为我消费，正好趁他还风光，以后可以多薅他点好处。就这么定了，完美。林师兄，天色还不算太晚，前面街角有一家清明轩，里面的灵茶特别有名，能清心凝神，辅助修炼。不如我们去喝一杯，好好聊聊天。不了，仙儿师妹，师尊吩咐过让我勤加修炼，再不回去，怕是要误了修行。等日后有机会，我再陪师妹好好品茗畅谈。既然如此，那师兄便先回去修炼吧，修行要紧，我就不耽误师兄了。以后在宗门遇到什么事，或者想找人聊天了，都可以来外门找我，我随时都在。好。啊，就这么走了？下次找什么借口索要什么资源呢？丹药、高阶功法，还是更珍贵的法器？极品符箓果真强大，比上品符箓强大了100倍不止。不愧是筑基境极品法宝。好，接下来该试试完美聚气丹了。痛快，就是大部分灵气都漏掉了，还是我资质太差的缘故。1枚不行，那就2枚，2枚不行就3枚。离炼气7品还差一丝丝，还剩下的丹药足以支撑我升为炼气大圆满。太玄清心诀比林家的家传功法精妙，但终究只是太玄宗入门功法。萧仙儿作为外门弟子，修炼的也是这门功法。若是能让他主动索要一门高级功法，说不定能触发系统返还，给我换来更顶级的功法。那样我的修炼速度还能再上一层楼。赶紧的，将柴劈好，送我府上，我还要炼丹呢。师兄。林渊，你抢了我亲传弟子身份，我才在这外门受苦的。你夺走的，我迟早要拿回来。林渊回去好些天了，怎么还不来找我？难道把我忘了？他可是只难得的大肥羊，绝不能让他从我的手掌心逃走。可不能要夏星瑶那个小婢捷足先登了。这次的任务是猎杀10头黑风狼，难度适中。以我炼气4品修为，单独难以应对。我现在就邀请林渊组队，以他亲传弟子的身价，肯定看不上任务奖励。途中获得的什么宝贝，肯定会送给我。而且我可以趁机透露自己缺乏攻击手段，说不定能让他给我买一本高阶攻击术法。不愧是亲传弟子的修行之地。这灵气浓度比外门好上10倍不止，林渊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林师兄，正想去找他，没想到他按耐不住，找我来了，居心叵测。仙儿师妹，你怎么了？我在任务堂接了一个猎杀黑风狼的任务。听说黑风岭的风景不错，而且黑风狼的皮毛可以用来制作防御法器。可我一个人去又有点害怕，所以想来邀请师兄陪我一起去，就当是游山玩水了。这个嘛，我是他的傻大款，他自然不会害我。
再说遇到什么，我还有玄元龙纹盾和极品引雷符傍身。另外再看看能不能再刷点系统返还奖励。当然，任务奖励全部归师兄。我只是想借师兄的光，安全完成任务，多积累一些贡献值，好兑换一门高阶的攻击术法。原来搁这儿等我呀！我刚好也没做过宗门任务，正好借此机会去感受感受。林师兄、萧师姐，你们也要去做任务吗？星瑶师妹，是啊，仙儿师妹接了猎杀黑风狼的任务，邀请我一同去看看。我正好也想体验一下宗门任务。她来做什么？星瑶师妹也接了任务，真是太巧了。对啊，没想到能遇到师兄师姐，要不然我们一起同行，人多也更安全些。夏星瑶从炼器3品升到了4品，果然资质不错，升级就是快。好啊，人多确实更安全。黑风狼是群居妖兽，一起动手也能省些功夫。好可怕！我要是有高阶的术法，就不用害怕了。果然是在暗示我了。我还想着引导他要，没想到他自己就开始了。林师兄，你是亲传弟子，肯定修炼了小竹风的核心术法吧？像那种能一击斩杀妖兽的高阶功法，一定特别厉害。我要是能有这样一门功法，也不用怕黑风狼了，做任务也能快些，早点攒够贡献点兑换。也罢，这次任务若是顺利，我帮你找一门合适的高阶攻击术法便是。真的吗？谢谢林师兄，师兄你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师兄最疼我了。糟糕，林师兄性情温和，太过好说话，他是要占林师兄便宜啊！高阶攻击术法价值不菲，动辄数千灵石或数千贡献点，他太贪心了。而我能做点什么呢？不好，奇怪，这只是黑风岭外围，这些弟子起码炼气4品，怎么会？那门弟子起码炼气6品，也死了。黑风狼王，炼气6品巅峰，不对，他怎么会出现在外围？他一般都在深处，外围顶多是炼气3、4品的普通黑风狼。他出现在这里，还猎杀了外门弟子，肯定有异常。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赶紧退走。不好，他们围过来了！他虽然贪婪，但不至于坏头。逃不了了，迎战吧。可我是炼气4品，星瑶刚入炼气4品，而林师兄只是炼气3品，我们完了！黑风狼王死了！我的天，仅仅一击就灭杀了炼气6品的狼王。这符箓的品级绝对不低，定是筑基境的极品引雷符，只有2品符师才能绘制的顶级符箓，威力竟然如此恐怖，还那么多。林渊这肥羊远比我想象中的更富有。别愣着了，黑风狼王浑身是宝，赶紧收取了。师兄，这些是从死去同门身上找到的储物袋，都给你。我不缺资源，这些东西你和星瑶师妹分了吧。好嘞，谢谢林师兄。我就知道林师兄肯定不会要，可惜了，还要分一半给夏星瑶那个小白痴，真是烦死了。林师兄，还是给你吧，你拿着吧，这些本就是你应得的。况且你刚入宗门，比我们更需要资源。白痴行为！师兄要你拿着就拿着吧。好吧。师兄，这些同门暴尸荒野实在可怜，我们可不可以把他们埋了？同门一场，也算是尽点心意。理应如此。修仙真的好残酷。别以为加入太玄宗就能一劳永逸了。虽然明文禁止同门争抢，
但栽赃陷害、坑蒙拐骗的手段可不少见，你以后可得长点心思，别再像前些天被人诬陷。多谢师姐提醒。这个萧仙儿有点意思。说来奇怪，之前我跟着其他师兄师姐来此地，从来没见过炼气6品的狼王出现在外围。我怀疑是有人故意将黑风狼王引到外围来的。故意引来的。我之前听说，有些人心术不正，不走正途，专门靠引妖兽击杀同门弟子，然后趁机搜刮同门的资源。可是还有一名内门弟子，他们也不怕宗门惩罚？靠！要不是我有引雷符，我们3个也该是躺在地上。此事事关重大，也不是我们能轻易调查清楚的。待会儿去找外门长老，禀明此事，自有他们负责。一头黑风狼王应该够你们任务所需了吧？如果够了，我们就先回去禀明这件事情。林渊，凭什么？凭什么林渊能成为高高在上的真传弟子，我就只能做个任人欺负的外门弟子？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小珠风令是我的，亲传弟子是我的，他身边美貌女子也该围着我转才对。你好大的胆子！区区一个外门弟子，竟然直呼亲传弟子名讳，你还有没有尊卑之分了？我是谁？我是他堂哥，林家嫡子。就算你是林师兄堂哥又如何？在太玄宗的地界上，就得守太玄宗的规矩。林师兄小竹峰亲传弟子身份，就算外门长老见了也得行礼。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现在若不行礼道歉，叫林师兄一声师兄，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找外门长老反映，治你个大不敬之罪？我什么？跪下道歉！一个堂哥身份，真把自己当成天王老子了？哼！见了真传弟子也敢直呼其名，一点尊卑都不懂。我就是青州城的，你们怕都不知道吧？这个林凡是林家入赘女婿的儿子，林师兄才是林家真正的嫡系，只不过出了变故，权力被林万山一家夺走，连本该属于林师兄的太玄令都被抢了。你看吧，这林凡才能进太玄宗当外门弟子。我操，还有这卦，难怪林师兄态度这么冷淡。换作是我，被亲戚这么欺负，也不会给好脸色。这林凡在青州城就欺负林师兄，如今跑到太玄宗还敢作威作福，当真是可恨！抢了人家的太玄令，占了人家的名额，现在还好意思对人家真传弟子大呼小叫，脸皮也太厚了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是林师兄福缘深厚，没了太玄令，反而被小珠峰峰主看中，成了真传弟子，这可比外门弟子强上千倍万倍，真是苍天有眼啊！从你父亲抢夺我太玄令那一刻开始，我们之间的亲情就彻底断了。如果他日我查出我父亲的死跟你们有关系，就不要怪我不客气。好啊，原来你们还做过这种龌龊事情，抢了林师兄的东西，害了林师兄的父亲，你还有脸说自己是林师兄的堂哥？我呸！你太无耻了！赶紧下跪给林渊师兄道歉，赶紧跪叫林渊师兄，否则对，下跪道歉，道歉，还不跪？跪，不跪！林渊师兄，在下错了。真是个废物，以后还是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货色，还敢在林师兄面前撒野，滚吧！不必理会他，你们先去交任务，再去见外门长老，禀明黑风岭的事情。好。没想到杀掉黑风狼王，我们获得了3倍的奖励。林师兄，这些奖励你当真不要？是啊，林师兄，我们又怎么好意思？我不缺资源，修炼路上处处需要用到资源，你们比我更需要。我就知道是这样，看来该向他开口要高阶术法了。我一定要好好修炼，多接任务赚取灵石，早日报答林师兄的恩情。诸位请坐，我是沈梦瑶，负责今日任务堂的值守事宜。说说具体情况吧。沈长老，事情就是这个。好，我这就安排执法堂的人前往黑风岭调查，同时暂停所有关于黑风狼的任务发布，以防再有弟子遇险。既如此，那就麻烦沈长老了。我等不便过多打扰，就先离开了。此事若查明属实，确实有人为因素，宗门自然会记得林真传和2位弟子的功劳，届时会有相应奖励。多谢沈长老。
今日若不是林渊师兄在，我们恐怕已经进了妖兽的肚子。没错，林师兄大恩，小女难以为报，我会更加努力报答师兄恩情。是啊，我得找一部高阶术法，将来也用不着每次叫上师兄。只可惜身上的灵石不够。真会转移话题。走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你们的功法，学来也好做防身之用。好啊，好啊，多谢林师兄。今天师兄已经帮了星瑶太多，实在是不能再让师兄破费了。这小碧池太烦人了，可这假清高，倒显得我太贪婪。对哦，今日已经接受了师兄许多帮助，仙儿不应该再奢求更多了。可别啊，我就喜欢你这股贪婪的劲儿，不然我找谁稳定的刷返还奖励去？刚才多亏了仙儿师妹和星瑶师妹仗义直言，我才没吃亏，也出了一口恶气。今日说什么都要买点东西，全当是我报答你们。那是我们应该做的，谁让林凡一家人那么坏，做事如此卑劣？是啊，也就是我早早加入了太玄宗，不然被我知道这事情，肯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我要是没成为真传弟子，不舍得为你花这些灵石，你愿意这般亲近我才怪。所以你们不必客气，你们也知道我灵根有限，将来未必有多少成就，不如利用现在自己的资源，投资一下仙儿师妹和星瑶师妹，他日你们成了金丹境，也能照拂师兄一二。师兄人这么好，待人真诚又大方，将来一定可以修成金丹的，切莫妄自菲薄。对，小竹峰峰主能看上师兄，将师兄收为真传弟子，自然是看中了师兄的潜力，师兄可不能小看自己。多谢两位师妹吉言，走吧。林师兄你真好，多谢师兄的引雷术，让师兄破费了2000下品灵石。小事一桩。另外，其实做任务终究只是小道，想要长久发展，还是要掌握一技之长才行。比如炼丹，就能获取更多的资源。感觉开销太大了，师傅给的资源迟早要被我用尽，总不能每次都找师傅要资源吧？我得学会赚灵石，用来维持后续的高开销。炼丹，寻常弟子根本负担不起，不说丹方价值不菲，就说前期用来练习炼丹的药材，都不是一笔小数目。是啊，这前期投入没有几百灵石根本拿不下来，而且成为一品丹师不算太难，所以丹药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利润也不高。可猎杀妖兽风险大不说，收益也很一般啊。要是掌握了炼丹技术，即便只是一品丹师，收益也比猎杀妖兽要高。我可不想那么好的刷奖奖励哪天嗝屁了。师兄确实是好人，出手阔绰。要不是灵根太差，将来难有成就，不然我真想委身于他呢。师兄大恩，星瑶无以为报。日后师兄若有差遣，星瑶定当万死不辞。返还奖励呢？靠，不会又黄了吧？检测到宿主被占便宜，以雷术炼丹基础，聚气丹方丹炉，聚气丹药材若干，触发300倍返还。奖励5雷正法，2品完美炼丹术，炼气助激进丹方若干，极品丹炉对应药材若干。终于来了！不必如此见外，同门之间相互扶持本就应当。时候不早了，你们也早些回去休整吧。炼丹初期耗费心神，须得养足精神才行。好，那我们就不打扰师兄了。师兄保重，星瑶告辞。哼，星瑶告辞，真是鄙视虚伪，得了便宜还卖乖。此次奖励还真是丰厚，筑基境的顶级雷法，是我已知的最顶级的筑基境攻击手段，还有2品完美炼丹术。天啊！这些术法和丹术，我不需要领悟，则是直接灌输给了我。现在光是筑基境药材就有好几百份，足以支撑我后续的计划了。完美炼丹术应该能炼制出完美筑基丹，我资质不行，难以筑基，可单凭借炼制的完美筑基丹，1颗不够就10颗100颗，颗丹都能把修为磕上去。我现在就开始炼丹。
这炼丹也太难了，这几颗丹药连炼制的药材成本都覆盖不了，难怪说炼丹前期损耗极大，没有足够的资源根本耗不起。本想报答师兄，可现在我入门都很难。林渊，我早晚要弄死你！还有萧仙儿和夏星瑶那两个贱人，竟然敢当众羞辱我！我一定要让你们好看！可是，如今他是小珠峰亲传弟子，而我炼气4品，对上萧仙儿和夏星瑶，都未必能打赢。直接动手不行，那就弄臭他们的名声。收获不小啊，不过完美丹药太过珍贵，贸然收卖只会惹祸上身。哪怕我有师尊庇护，但也要小心驶得万年船。所以我只炼制了上品和极品，且上品占90%，这些足以覆盖炼丹成本，且大赚一笔了。你们聊什么呢？告诉一个大瓜给你们。这个公园里，听说了吗？小竹峰那位新收的真传弟子，竟然包养了2个，就是萧仙儿和夏星瑶吧？难怪他们最近突然发达了。萧仙儿还特意炫耀过中品护心簪呢。还有刚才过去的夏星瑶，刚入宗门没几天就开始炼丹，哪儿来的资源？肯定是用身体换的。什么？哟，这不是我们的夏大美女吗？怎么又去跟那位真传师兄联络感情啊？就是啊，为了点资源就出卖自己的身体，真够不要脸的。我们青州城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们胡说，我没有，那些资源是林师兄赠予的。只因为之前任务堂的事情，师兄感谢我们仗义直言，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赠予？哪有这么好的事情？真传弟子凭什么平白无故给你这么多好处？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说白了就是用身体换的，真让人恶心。你们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们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们私下妄议真传弟子，败坏真传弟子的名声，是想被宗门处罚吗？星瑶师妹，你记住这些人的名字，咱们待会儿就去小竹峰找林师兄。我们只是随口说说，你别小题大做。随口说说就能败坏别人名声，今天这事没完。谢谢仙儿师姐，幸好你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肯定是林凡，我们在任务堂帮林渊师兄，他怀恨在心，真是个垃圾。那我们能为林师兄做点什么？我倒是有办法。什么情况？算了，领点任务去。不好意思，这任务暂时发放完了，你重新选一个吧。这个任务呢？不好意思，也满了。好，你们一个个都好样的，都想去当林渊的狗，碰着真传弟子的臭脚是吧？林渊就是不想我好过，就是故意针对我。你们全是助纣为虐的王八蛋！笑话，你算老几？你也配让林师兄针对你？一个真传弟子要是真想要针对你，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早就卷铺盖滚出太玄宗了。他算什么东西？也配当真传？不过是个黄阶下品的废物灵根，这辈子连筑基都没希望。我可是黄阶上品灵根，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迟早能入内门成真传，到时候有你们好果子吃。哈哈哈哈哈！黄阶上品外门一抓一大把。说句不客气的，要是黄阶上品真能有前途，你也不会至今还在外门当个苦哈哈了，还入内门当真传。没有玄阶灵根，你也配当真传？就是一个黄阶上品，搞得好像是什么天纵奇才一样，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这家伙怕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吧？还林真传针对他？哼，真要是林真传动手，
他早凉了。真以为世界都绕着他转，太可笑了，太无耻了！你任务评价也全是差。你这是什么意思？凭什么克扣我的奖励？你不要血口喷人，奖励多少是根据任务完成的好坏来评定的。你上次劈柴有专门的师兄验收评价，你自己看看，评价是差。你自己干活敷衍了事，还好意思说我克扣奖励？你们无耻啊！近日外门关于林凡和林渊真传的流言蜚语闹得厉害，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初带林凡入门，你可知晓他的来历和太玄令的渊源？回长老，确有此事。不过弟子也是事后才知晓，林凡抢夺林渊真传太玄令的内情，乃林家全族逼迫林真传将太玄令交出。太玄令发放对象，林家内部确实有权更换使用者，不论是灵根资质还是当时身份地位。不过事情当时马上就有了反转，林真传反手就掏出了小竹风令，然林家人还想争夺，弟子当即护住了林真传，第一时间将他带了回来，绝没有半点偏袒林家的意思。小竹风令是冷风主亲自发放的，必然是针对特定人选。你若是敢擅自帮林家换了人，只怕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弟子自然不干这种糊涂事的。只是长老，那林凡如今在外门惹是生非，不仅抢夺他人机缘，还散布污秽之言，侮辱真传弟子，败坏宗门风气，这具体该怎么处理？这种败坏宗门风气的老鼠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直接按宗门规矩处置。是，长老。现在的我简直强得可怕。哼，林凡，等我忙完再下山找你算账。现在我继续炼丹。妈的！加入太玄宗，现在越混越差，以后我还怎么回家见祖母和爹？都怪林渊这个杂碎！林渊，我一定要你死！林凡，你的事发了，跟我们走一趟吧。是林渊让你们来的吧？早知如此，当初在青州城我就该弄死他。还有你！收了我家的灵石，默认我们抢夺太玄令。你要是敢动我，我就把这事情捅到宗门高层，让你也吃不了兜着走。好冥顽不灵！林真传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针对你的行为，即便你们一家抢夺他的机缘，他也只是以德报怨。可你呢，处处针对林真传，还败坏他名声。不是他叫你们来的。太玄令具体给谁使用，是你们林家内部商议的结果。我只是按规矩带人入门，何来默认抢夺之说？你胡说！你分明知道太玄令本该是林渊的，你就是收了我家的好处，故意包庇我们。够了！据我所知，林真传父亲的死恐怕跟林凡他们一家脱不开关系。在将他逐出宗门之前，还请诸位仔细调查一番，不要错过什么关键线索。你不要胡说八道！我跟林渊父亲的死没有任何关系。900颗上品聚气丹以及90颗极品聚气丹，本来凭借2品完美炼丹术，我可以炼制出完美丹药的。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目前的已经足够了。现在我就去找师尊。弟子林渊拜见师尊。你找为师有何事？不对，这才短短数日，他竟然从炼气3品突破到了炼气6品，如此提升速度，绝非黄阶下品灵根能做到的。我这弟子只怕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回师尊，弟子暂时没有修行上的困惑，弟子今日前来是有一些事情想要向师尊禀告。何事？现在坦白，为后面疯狂修炼铺铺路。回师尊，弟子早年曾有奇遇，偶然获得一位丹师传承，只是先前在林家处境堪忧，一直不敢表露分毫。如今加入太玄宗，有师尊庇佑，弟子便尝试学习传承中的炼丹之法，发现自己竟有炼丹方面的天赋。这些日子，弟子炼制出了不少丹药，只是担心贸然在外售卖会引来麻烦，所以特来请示师尊。你倒是个福缘深厚之人。说来，为师还未曾问过你家中的情况。听你这么一说，你在林家的处境似乎并不好。
不如跟为师详细说说。这只是一些家事，弟子怕打扰了师尊修行的兴致。你是我的弟子，你的事情便是为师的事情，有何打扰一说，速速说来。好啊，好一个狼心狗肺的赘婿，竟敢如此欺辱我的弟子，当真是尊卑不分，胆大包天！你之前没有暴露传承的秘密，否则必然会招祸。不过如今你放心，有为师在，自会庇佑你周全。林家欠你的账，你大可以放心去讨要。若是有人敢阻拦，为师为你撑腰。多谢师尊。至于你说的丹药，竟让你如此担忧会引来麻烦，想来品级不低吧？看来师尊是真心把我当徒弟，让我很是感动。那我就能直接说了。师尊慧眼如炬，这些丹药的品级确实不低，还请师尊过目。品质居然这么高，这些应该是你挑选出来的上品和极品吧？下品和中品丹药炼出了多少？回师尊，弟子此次炼制1000份聚气丹药材，一共出丹1000颗，其中上品聚气丹900颗，极品聚气丹90颗，并没有下品和中品丹药。什么？没有下品和中品，全是上品和极品？天啊！我这弟子这是什么神仙炼丹天赋？我到底收了个什么样的妖孽弟子？既然一共成丹1000颗，可上品和极品加起来也才990颗，另外10颗，难道？回师尊，另外10颗乃是完美品质的聚气丹，弟子这些日子修为提升如此之快，正是因为服用了完美聚气丹的缘故。完美聚气丹？师尊，弟子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吗？不错，这也是你的天大造化。为师也明白你的顾虑，不过为师可以向你承诺，只要你一日为我弟子，为师便会护你一日；你一世为我弟子，为师便会护你一世。师尊，弟子多谢师尊。弟子也只打算对外售卖上品和极品聚气丹，毕竟弟子灵根资质有限，偶尔能炼制出的完美聚气丹也只够供给自己修炼所用，暂时没有售卖的打算。你能有这样的想法，很是稳妥。自身实力才是立足修仙界的根本。对了，你目前的炼丹术达到极品境界了。弟子所获得的传承源自一位2品炼丹师，不过弟子也是最近才开始钻研炼丹之术，目前也就只能炼制聚气丹。若是尝试炼制高阶丹药，就未必能有这样的效果了。丹药品级越高，炼制难度越高。你能把1品丹药炼到这种程度，已经极为难得。既然你有这样的炼丹天赋，就好好钻研下去。丹药足够弥补你灵根上的一部分劣势，日后修炼或炼丹上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另外，你若是需要更系统的学习炼丹之术，丹顶峰峰主与我同出一脉，关系素来不错，我也可以帮你提一提，让你过去旁听学习，多借鉴一下丹顶峰的炼丹心得。多谢师尊，那没有其他事，弟子就先告退了。向师尊坦白后，后续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眼下我得将丹药卖出去，早点回陆灵石，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吊高萧仙儿的胃口，让她主动向我索要更多、更珍贵的东西。另外，为了更好的返利，仅仅满足萧仙儿的物质需求还不够，我也得适当投资下星瑶，正好可以用来刺激萧仙儿。萧仙儿就不敢太过懈怠，也不敢一直摆着女神架子，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见过沈长老。林真传不用多礼，你不在小竹峰专心修炼，怎么跑到外门药铺来了？是修炼需要什么丹药吗？回沈长老，我不是来买丹药的，我略懂一点炼丹之道。之前师尊给了我不少药材，我就顺手炼成了丹药。今天来是想把这些丹药卖掉，换点灵石当日常修炼的开销，也免得总向师尊要，给他添麻烦。原来如此，林真传倒是有心了。对了，正好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哦，不知沈长老何事？林凡的事，外门已经在处理了。林凡？怎么了？他之前散播的谣言，外门这边会尽快压下去。谣言？什么谣言？我怎么不知道？不过，在把他赶出宗门之前，
执法堂还要审问他一番，看看他跟你父亲的死有没有关系。啊，这就被赶下山了？什么情况？恐怕审不出什么结果。林凡不算笨，就算真的跟这事有关，也绝对不会承认的。不过长老说的谣言，具体是说什么？事情还要从那天说起。竟然有这种事啊！这真是连累两位师妹平白无故受了委屈，麻烦长老一定要帮我们澄清一下，我跟两位师妹之间清清白白，一点出格的事都没有。这是当然，别说你们本来就没什么，就算真的互相有好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不是用权势逼迫别人，宗门从来不会干涉弟子之间的正常交往。那就多谢沈长老了。去吧，我不耽误你办正事了。如果真能审出来，那便更好。如果审不出来，待到我修炼有成，必定回到林家找林万山和三姑婆问罪。到时我有1000种办法，就无信撬不开他们的嘴。李执事说，他刚入门只有炼气3品，短短几日就升为了炼气6品巅峰。可他只是黄阶下品灵根，真是有点不寻常。见过师兄，这聚气丹按品质分等级，价格也不一样。不知道师兄想买什么品质的聚气丹？我不买，我来卖的。上品丹药，还有极品丹药，数目如此之多。一共有900颗上品聚气丹，40颗极品聚气丹。你帮我算算，一共能卖多少灵石？上品聚气丹10灵石1颗，900颗就是9000灵石；极品聚气丹30灵石1颗，40颗就是1200灵石，加起来一共是10200灵石。行，就按这个价来。此子竟然炼出了如此多的上品丹和极品丹，我年幼时伤了根基，这辈子结丹无望。我一直在寻找修复根基的丹药，至少要极品丹药，连丹顶峰都难以炼制出我想要的品质，他竟然可以。林真传，冒昧问一句，你是否能稳定炼制出上品和极品聚气丹？差不多。林真传，不知可否移步到我住处详谈？自然可以。沈长老带路吧。丹顶峰那么多厉害的炼丹师，难道就没人能炼制出极品生生造化丹吗？能炼制的人确实有，只是生生造化丹的炼制难度极大，平时的需求又不算多，一般上品就足够应付大部分情况了。可我的伤势特殊，必须得是极品才行。沈长老，不是我推脱，我如今只是1品丹师，就算将来晋升成2品丹师，能不能炼制出极品生生造化丹也不好说。这一点我自然清楚，只是如果你将来有能力炼制极品生生造化丹，无论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什么代价都可以。这沈长老容貌出众，气质妩媚，是个难得的尤物。换做任何一个男人，听到这话，恐怕都会忍不住多想。那康康荔枝？什么？这位林真传刚才说的什么虎狼之词？好啊，原来他是这样的人，难怪会与那2位外门女弟子纠缠不清。既然沈长老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就不再推脱了。等我晋升2品丹师，肯定帮你试试炼制极品生生造化丹。不过这事儿难度太大，最后能不能成，我也说不准，还请您多担待。那就多谢林真传了。要是真能炼出来，你又不嫌弃我的话，有些事情也不是不行。啊！我刚才随口一说，他还真听进去了。可惜了，他其他方面已经足够优秀，但灵根太差。要是他能成功结丹，就算做道侣也没什么。要是他这辈子最多只能到筑基期，跟他好一场，就当是了结这段因果，换个结丹的机会。好，之后我会专心提升炼丹术，要是有需要，肯定跟沈长老说。林师兄，不好，林师兄怎么主动找他？难道夏心瑶这小碧池在他心里会更有分量？不行。林师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天过来看看你们炼丹炼得怎么样了。我这段时间也研究了下炼丹，炼了些丹药，特意送点给你们。林师兄已经帮我很多了，不用再送我丹药了。这些丹药你不如拿去卖掉，补贴自己修炼用。这小碧池就会装清高，整天把好处往外推，显得就你懂事是吧？是啊，林师兄，你修炼也需要资源的。这段时间我炼了不少丹药，已经卖掉一部分了，赚了不少灵石。
这些丹药相当于白得的，而且这些丹药品质还不错，留给你们修炼正好，平时你们想买都买不到。难道是上品丹药？师兄，你炼丹天赋也太厉害了吧！是啊，是啊，我们俩研究了好几天，现在才能勉强炼出下品丹药，到现在都没炼出一颗中品的。林师兄刚接触炼丹没多久，就能炼出上品丹药，也太厉害了吧！上品丹药我已经全卖掉了，特意留了些极品聚气丹给你们辅助修炼用，得把萧仙儿胃口喂大一点。极品聚气丹？不，我不能要，极品丹药价值太高了，多少外门弟子挤破脑袋想晋升内部，为的就是接触这些修炼资源。师兄，你留着自己用吧，你比我更需要这些丹药。星瑶师妹说的对，师兄修炼也需要大量资源，极品丹药给我们用太浪费了。这是师兄辛苦炼制出来的，自然是师兄自己用最好，不能因为我们耽误了师兄的修行。不要，可你眼底藏不住的渴望，我可是看得明明白白的。我就爱死你这副口是心非的样子，你们得要，必须要，不要我怎么刷返还奖励？修炼用的早就留够了，你们不会以为这就是我全部的存货吧？所以你们尽管放心收下。这怎么能行啊？这真的给我了？如此轻易？他是傻子吗？他对我也太好了。不，萧仙儿，你要冷静点。林师兄再好，也不是你的良配。萧仙儿，你去把剑子给我捡回来。好的，大姐。大姐，你莫不是忘了你的身份？你只是旁支。是，大小姐。赏你了，滚下去吧。是。别忘了，你为了加入太玄宗付出了多少代价。你必须爬得更高，让那些曾经欺辱你的人都付出代价。金丹，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结成金丹。这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好好修炼，不用想太多。那就多谢林师兄啦。师兄，你收我当侍女吧。你说什么？你要当了侍女，那我该作何打算？师兄帮了我太多太多，星瑶无以为报，愿意一辈子陪侍在师兄左右，为师兄打理琐事。你别这样，我不是要谢恩图报，帮你们只是因为大家投缘。如果不是师兄，星瑶这辈子恐怕没机会摸到极品丹药，更别说拥有了。只求师兄不要嫌弃，让我留在身边伺候你。怎么办？这小壁纸这就沦陷了，那以后我还能薅到资源吗？那我也……此事不要再提了。星瑶，你的灵根比我好，如果不是我走了狗屎运拜入小竹峰，也轮不到我来帮你。你的未来应该是广阔的修仙大道，而不是局限在我这方寸之地。侍女不行，但我有个折中的主意，我可以想办法让你加入小竹峰，成为小竹峰的外门弟子，既不会影响你帮我打理琐事，也不会影响你的声誉，你看如何？这倒是不错。可是师兄，我是认真的，我真的想留在你身边伺候你。听话，成为小竹峰的外门弟子，一样能帮我很多忙，还不用担心里外的流言蜚语。侍女的身份太敏感，很容易被人想歪。师兄不希望你因为这事受委屈，明白吗？那好吧，多谢师兄为我考虑。仙儿师妹怎么想？要不要一起加入小竹峰当外门弟子？比起普通外门弟子，各方面待遇都好得多。仙儿也愿意留在师兄身边，做师兄的侍女，为师兄打理琐事。对味儿了，我要的就是这样虚情假意的人。侍女的事情就别再提了，我只问你，愿不愿意来小竹峰当外门弟子？师兄既然不愿意收我当侍女，那外门弟子也行，全凭师兄做主了。检测到宿主损失20颗极品聚气丹，触发万倍暴击返还，奖励吞天一气诀。此功法可大幅提升灵气吸收速度，完美炼化丹药，更能提升灵根，提升灵根品质，还可开辟特殊丹田，使丹田容量达到同境界修士的10倍。我操！没事，万倍暴击，吞天一气诀，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完美解决了我灵根差的问题。不仅如此，还能提升灵根品质，扩大丹田容量，这波血赚！她真是我的宝藏女孩，以后可得多投喂她才行。
你们等我消息，我先回风。师兄，我会等你的。他对我们俩这样好，又不图我们身子，他到底图的什么呢？有了这20颗极品聚气丹，我的修为定会再上一层楼。小姐，您怎么来了？这段时间修行还顺利吗？小仙儿，你最近可是最近的风云人物啊！听说你傍上了一位真传弟子，得了不少好东西。小姐，都是谣言。真是谣言吗？我看你是翅膀硬了，忘记自己的身份了。有了好东西，不知道主动给我送过来，还得让我亲自跑一趟找你要。糟糕，我的事连他都知道了，这下该怎么办？我好不容易遇到可以提升自己修为的机缘，现在真的要交出去吗？可我现在的修为完全摆脱不了萧蝶儿，更摆脱不了他背后的萧家。小姐说笑了，我怎么敢忘记您的恩德呢？如果不是您，我早就被送去联姻了，哪有机会来太玄宗？主要是还没到约定上交灵石的日子，我想凑够了再一起给您送过去。哼，希望你说的是实话，拿来吧。这点儿，你打发要饭的呢？忘记怎么拿到太玄令的了吗？小姐，我每天都在拼命做宗门任务，自己从来没舍得买过一颗丹药，绝对没有藏私，不然我也不会进宗门好几年，至今才炼气4品的修为。怎么，你这是在怪我？如果不是我给你的太玄令，你个旁支剑种也能进太玄宗？看来是我平时太仁慈了，反倒让你觉得我好欺负。果然是个贱人，有这么好的法宝，竟然还敢瞒着我！赶紧把这法宝交出来！这是林真传给我的，如果贸然交给小姐，只怕会惹林真传不高兴。哼，别以为搬出一个真传弟子就能让我有所顾忌。你真以为真传弟子会看得上你这样的贱种？他只是玩玩你罢了。不是这样的，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可是炼气7品，趁我现在还没彻底生气，老老实实的把法宝交出来，不然我就修书一封寄回萧家，让我那些手下好好照顾一下你那个宝贝妹妹，你觉得怎么样？你给我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我随时都能让你滚出太玄宗，别自寻死路。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一并交出来。那20枚极品聚气丹是我提升修为的希望，是我摆脱困境的依仗，我绝不能交出去。真的没有了，小姐。我跟林师兄才认识没几天，根本没拿到什么其他东西。以后要是有了好东西，我一定第一时间就给您送过去。你这贱人，还想跟我耍花样？把你的储物袋交出来，有没有好东西？我自己看了就知道。贱人，你找死！好你个贱人，竟然藏着极品聚气丹不交给我，真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今天我就让你彻底搞清楚自己的身份。这次就先让你长点记性，以后再有好东西，必须第一时间交给我，否则我打死你！是，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下次了。吞天引气诀果真厉害，不仅可以迅速且全部炼化丹药之力，还把丹田给我扩张了1倍，意味着我实战的时候比同境界修士实战灵力更持久。小仙儿真是个好瓜。
得尽快把他俩加入小竹峰的事情落实好，免得在外面出什么意外。此事可行。小竹峰刚建立不久，人手确实紧缺，招些外门弟子过来打理杂物，也能省些心力，免得耽误了你的休息。以后这类关乎峰内琐事的事情，你自行决断便可，不用再特意来问我。这本就是你真传大弟子的职责范围。多谢师尊。你突破到炼气7品了。是，弟子刚刚突破不久。可惜我已是金丹境，聚气丹对我无效。此子凭借炼丹术和丹药，竟能短时间达到如此高度，也是一番机缘。那你先退下，若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为师。是，师尊。我现在就下山接他俩上小竹峰。林师兄，不好了！仙儿师姐被人打成了重伤，现在情况很不乐观。什么？快带我去看看！谁动了我的返魂宝宝？这简直就是绝他的根基，断他的刷奖励之路啊！仙儿师姐，林师兄来看你了，不要进来！谁干的？我不能说。仙儿师姐，你快说啊！林师兄在这儿，你怕什么？我知道你有苦衷，但我已经向师尊禀明，你和星瑶已经是我小竹峰弟子。如果小竹峰不闻不问，岂不是觉得我小竹峰软弱可欺？对不起，林师兄，对不起。事情是这样，你找死！没想到小仙儿夏星瑶我们的命运是如此雷同。小仙儿为了得到太玄令出人头地，竟然不惜如此隐忍自己。现在家人都在萧家，所以他不能。难怪你资质不错，却一直停留在炼气4品，原来是被他无情压榨。你不屈从，你家人都在他手里。原来是这样，这萧家也太过分了，简直欺人太甚。仙儿师姐，你也太不容易了。不过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敢动小竹峰的人，没有轻易接过的道理。至于你亲人的安全，你不用担心，我会请外门长老帮忙，先把他们从萧家接出来，安置好。真的可以吗？当然。星瑶，你现在就去外门找沈梦瑶长老，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就说我请他帮忙去萧家一趟，把仙儿的母亲和妹妹接出来，动作快点，避免消息泄露，对他们母女俩不利。好，我这就去。师兄，你要干什么？好在生生造化丹只是疗伤之宝，药材师尊给我的资源里不缺。此乃生生造化丹，上品品质，疗伤所用。虽然不能立马治好你的伤，但是能够完全稳住你的根基。林师兄，对不起，我一开始接近你，目的就不单纯，我只是想利用你，想让你帮我。这些话先别说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说。现在你的伤势稍微稳定了一些，我先带你去讨回公道。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之前好，现在我感觉他资质差又如何？不能结丹又如何？好歹我黄阶上品灵根，总有一线结丹希望。修仙界不是有什么双修法？到时反过来帮林师兄提升修为，大家一起结丹也不是不可能。有了这些极品聚气丹，我今年说不定就能突破到炼气8品，运气好点甚至能冲到炼气9品。到时候参加内门考核并通过，就能成为了内门弟子，获得更多资源。萧仙儿真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竟敢偷偷瞒我！只要我萧蝶儿在，他这辈子休想出人头地。师姐，不好了，萧仙儿那个贱人带着一名真传弟子来找你麻烦了。好啊，这个贱人，一条狗也敢反过来咬主人，看来是我下手太轻，没打死你。没想到萧蝶儿下手这么狠，你看把萧仙儿打成什么样了？我就说萧仙儿和我同一批的，我都炼气6品了，他还是4品，原来是上交了资源。这宗门就不管管？人家姐妹俩在家族里是嫡系和旁支的关系，这些都是个人行为，宗门不好管。萧蝶儿，你就这样对待同门的？见过林师兄，此事另有隐情，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好啊，我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隐情。师兄，他是靠我进入太玄宗，供养我修炼，也是我们之间的约定。那你说说，你们当初约定，他每月需要上交多少灵石？回禀林师兄，每月80枚下品灵石。天啊，80枚！是啊，我拼死拼活做任务，一个也就赚50枚灵石，
就算不修炼，最多也就6、70枚。这萧蝶儿故意的吧？难怪萧仙儿修为一直上不去。既然约定的是每月上交80枚灵石，那是不是说只要他按时按量缴够，就算完成约定？除此之外，他自己赚取的其他收入就属于他的合理所得，不用再交给你。自然是这样。好，那我问你，这一次你从他那里抢了多少东西？这些东西又价值多少灵石？糟糕，落入他言语的圈套里了。这怎么能叫抢呢？我只是恨他不争气，不履行约定，所以小小惩戒了他一番。那些东西只是暂时替他保管罢了。暂时保管？怎么不敢说？那我替你说，就说你现在头上插着的这只中品护心簪，价值300下品灵石，还有你从他那里拿走的8张上品烈火符，每张价值3灵石，合计24下品灵石。这护心簪、烈火符再加上极品聚气丹，总计价值1000多枚下品灵石。你说抢就抢，还把人打成重伤，这就是你口中的小小惩戒。我的天！中品护心簪和上品烈火符就已经够震撼了，竟然还有20颗极品聚气丹！这东西我只听说过，见都没见过啊！极品聚气丹啊！丹顶峰就算练出来，也都是优先供给一些有天赋、有地位的弟子，外门弟子连闻都闻不到。萧仙儿竟然有20颗，1000多枚灵石，这差不多是我2年多拼死做任务的总收入了。萧蝶儿也太狠了吧！这哪里是惩戒，分明是抢劫！你之前还觉得他有点理，现在看来就是个贪得无厌的恶女，太过分了。他不过就是我萧家养的一条狗，没有我萧家，他早就饿死在街头了。他的一切都是我萧家给的，我拿他点东西怎么了？何来抢夺一说？你好大的胆子！萧仙儿在萧家的身份或许不如你，但同门弟子之间皆是平等。萧仙儿如今已是我小竹峰的外门弟子，你这般言语羞辱他，岂不是将我小竹峰，将我师尊置于何地？你胡说！你不能因为你是真传弟子，就这么颠倒黑白污蔑我。萧仙儿本就是我的侍女，我管教她有何不可？我知道了，你就是想报复我。你连极品聚气丹这种珍贵的东西都送给这个贱人，你们之间肯定有私情。你是因为私情才故意来找我麻烦的。我本不欲过多解释，毕竟关于之前的谣言，外门早已出面澄清过。但你这般信口雌黄、恶意污蔑，我若再不辩解，倒显得是我默认了。萧蝶儿，我只问你一句，你凭什么认定那些极品聚气丹是我送给仙儿师妹的？我凭什么不能这么认为？除了你，他还能从哪里弄到这么多极品聚气丹？你一个真传弟子，竟然也敢睁着眼睛说瞎话！丹顶峰收购极品聚气丹的价格是30枚灵石一颗，但如果拿到外面的坊市售卖，价格会更高。20颗极品聚气丹，保守估计也能卖到700枚灵石，比直接卖给丹顶峰足足多赚100枚灵石。我亲自售卖，难免耽误修行进度，所以我要仙儿师妹代我售卖这些极品聚气丹。我只收回600枚灵石，至于他能卖出多少，多赚的部分全归他所有，算是他的劳动所得。哦，原来如此，合着他一直帮林正来办事。我却没想到，互利互惠、帮助同门的行为，在你眼里竟然成了这等肮杂不堪的私情。萧仙儿，这些极品聚气丹根本就是他送给你的，你就是个贱人，靠着出卖自己的身体，才攀上了真传弟子这颗高枝。你最好给我说实话，否则……怎么，在太玄宗的地界上，你还敢公然威胁同门？这一切都是你空口白牙说的，根本没有证据。我相信仙儿师妹还有良知，不会昧着良心污蔑我。你说是吧，萧仙儿？萧仙儿，你不用怕他。真是想不到，我太玄宗外门弟子的素质已经低劣到了这种地步。你也不用在这里白费力气威胁他了。太玄宗已经派人去萧家，把他的母亲和妹妹接出来了。什么？你们怎么敢？你萧家在世俗界或许有点分量，但在我太玄宗面前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太玄宗说怎么敢？我反倒要问问你怎么敢的！无论萧仙儿之前在萧家是什么身份，只要入了我太玄宗的门，他就是我太玄宗的弟子。任何人敢针对我太玄宗的弟子，我沈梦瑶都不会轻易饶过。
我管教我的奴婢，你们凭什么管？不修德行，不敬同门，恃强凌弱，威胁同门亲属，此等害群之马，留之无用，逐出太玄宗。另外，萧家的太玄令配额尽数断绝。不能这样，我错了，林清传，我错了，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萧家不能没有太玄令啊！仙儿，你帮帮我，求求你帮帮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倒是识货，这才多久功夫，就偷偷用了我的极品聚气丹。我赔，我马上赔！只求林真传饶我一命。我也不占你便宜，一颗极品聚气丹作价30灵石，至于其他东西，就当是赔偿仙儿师妹了。她被你打成重伤，奄奄一息，若非我用了一枚生生造化丹救她，只怕她早已香消玉殒。同门之间当互助友爱，守望互助，而非恃强凌弱，肆意针对。往后外门若再发生此类事情，定当严惩不饶。这次多谢沈长老出手相助，这是我的分内之事，倒是我疏忽了，外门居然发生如此恶劣之事。林真传放心，往后我定会加强外门管理，绝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你母亲和妹妹，我已经让人暂时接到青州沈家照护了。晚点你若有其他安排，直接派人知会我一声即可。多谢沈长老，大恩大德，仙儿没齿难忘。仙儿师姐，太好了，这下你再也不用受萧蝶儿的欺负了，以后就能安心修炼了。走吧，先去收拾你们的行李，跟我回小竹峰。前面一排，你们自行挑选。我现在去见师尊。弟子林渊给师尊添麻烦了。你不过是做了真传弟子该做的事情，何来麻烦之说？不过你灵根寻常，想要在修仙路上走得长远，须得专心修炼，不可过分沉迷女色。师尊明鉴，弟子与2位师妹之间清清白白，绝无半分逾矩之事。这是你的私事，为师不会干预，你自己把握好分寸即可。请进。林师兄，今日之事，多谢你为我出头，还为我安排好家人。不必客气，说来这件事也与我有几分关系，帮你也是应该的。这2日我会炼制一些极品聚气丹，晚点你拿去外门卖掉，做个样子就行。是，师兄，我倒是不在意那些流言蜚语，只是不能连累师兄的名声。师兄，往后我每日过来帮你收拾房间、洗洗衣物吧，也好为你分担一点琐事，让你能专心修炼。师兄，不如我来侍候你吧，平日里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吩咐我去办，绝不会耽误你的修炼时间。你们是小竹峰的外门弟子，不是我的侍女，大可不必如此。往后你们好生修炼便是。目前小竹峰虽还没有什么产业，但胜在人少清静，我会多炼制一些丹药，你们拿去外门售卖，售卖所得的利润足够支撑你们的修炼所需了。师兄大恩大德，星瑶没齿难忘，只求师兄给星瑶一个机会，星瑶只想为师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好报答师兄的照拂之恩。仙儿也是同样的想法，还望师兄成全。罢了，既然你们心意已决，那便帮我打扫一下房间吧。这也不是什么繁重的差事，想来也耽误不了你们多少修炼时间。多谢师兄。上次完成系统任务后，返还了不少炼气镜和筑基镜的药材。先把这批炼气镜丹药卖掉，让夏星瑶和萧仙儿拿着卖丹药的钱，再帮自己采购1000份聚气丹的炼制材料回来。现在我赶紧炼丹。一炉丹药竟然足足出了几十颗，这几十颗丹药里竟然没有一颗下品或中品，全都是上品和极品。这样的炼丹水准也太厉害了。这些丹药你们拿去外门卖掉，卖之前可以先打听一下收购价，在此基础上溢价一点售卖就行，赚的部分归你们。回来的时候记得帮我买1000份聚气丹的炼制材料。不，
师兄，这些丹药都是你辛苦炼制的，售卖所得理应全归师兄所有，我们只是帮忙跑个腿而已，怎么能要好处呢？对，帮忙卖个丹药而已，根本不耽误时间，而且这些丹药很畅销，摆出来很快就能被抢购一空。靠，不妙啊！下星瑶感恩就算了，萧仙儿如果也这样，那我的返还宝宝岂不是就没了？若是你们执意不要，那以后我可不敢再让你们帮我做事了。那好吧，多谢师兄。每天的修炼可不能落下。我现在炼气7品，在新人弟子中来说不算低，但在天才辈出的太玄宗依旧算不得什么。马上就是炼气境大圆满了。师兄，您的丹药掉了。不是我的，是你的。是师兄的，从你袖子里掉出来的。好的，多谢。太玄宗大多数弟子心性坚韧，懂得感恩，别说送丹药送零食了，连故意掉丹药都不行。看来我还是运气太好了，刚进宗门就遇到了萧仙儿这种奇葩，让我赚了个盆满钵满。萧仙儿当初的贪心是受她自身的处境所迫，并非天生本性恶劣。看来要失去返还宝宝了，接下来就等到大圆满便开始筑基了。筑基我的概率并不大，要着手炼制筑基丹了。林渊，随我走一趟吧。今天是小竹峰第一次参与宗门大招，正好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苗子，好收为弟子。这是？此乃登天梯，考验即将入宗弟子道心和资质所留。攀登至1/3处者，可成为杂役弟子；2/3处者，可成为外门弟子。若能攀登临近终点者，便有机会被宗门长老看中，一跃成为内门弟子。登顶者，则有可能被峰主级别的大佬收为真传弟子，从此一步登天，成为重点培养的核心弟子。不过，无论是攀登至临近终点，还是成功登顶的人选，后续都需要再进行一次灵根检测。师尊乃天阶上品灵根，号称太玄宗建宗以来最顶尖的天才弟子。师从现任太玄宗宗主，与另外8大峰中的3位峰主更是师姐妹关系，独领一峰，开辟小竹峰为第9峰。冷峰主别来无恙，冷峰主今日也亲自来了。据说这一届的招生有几个不错的好苗子，你要是看上了哪个，我们几个老家伙也就不跟你抢了。除了丹顶峰和凌霄峰2位峰主为道，其他6峰都是峰主亲旨。你先去与其他各峰的真传弟子认识一下，熟悉熟悉。是，师尊。这位便是小竹峰的林渊师弟吧？在下周沐风，乃是剑罡峰第2真传，都是同门，往后大家可要多多来往。玉灵峰真传孟之柔，玄阵峰真传周清河，天宫峰真传温景然。诸位师兄师姐好。今日凌霄峰、观星峰、树玉峰和丹顶峰的真传弟子都没来，来日有机会我再为你介绍。林师兄，内门一直有传闻说你是黄阶下品灵根，我一直都不信，今日得见师兄风采，故而冒昧一问，也好日后在外为师兄澄清一番流言。胡闹！冷峰主既然肯收林师弟为真传弟子，必然是看中了他的过人之处，又何必纠结于灵根品级？这位周师兄看似维护我，实则变相坐实了我黄阶下品灵根的传闻。多谢周师兄维护，不过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确实是黄阶下品灵根，侥幸得师尊看中，才有幸成为小竹峰真传弟子。黄阶下品又如何？老子师尊都没嫌弃我，更何况我还有系统，你们能比得过我？看来太玄宗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也是实力为尊的竞争局面。人家林师兄跟我们的追求也不同，我可是听闻林师兄进宗不过月余，就已经收拢了2个小师妾。说起来，我还挺羡慕林哥一般的人，不用像我们这般刻苦，也没那么大的修行压力。这剑罡峰的人倒是真会挑事。这位师弟所言确实有几分道理，不过要说毫无压力，也不尽然。我入门1个多月，有师尊悉心指点，才勉强从炼气3品提升到炼气9品，至今仍未突破到炼气大圆满，而且黄阶下品灵根筑基极为困难。倘若日后我无法成功筑基，
可就真的辜负了师尊的栽培与期望。他这资质修炼速度那么快，难道是靠磕丹？真传师兄们哪个不磕丹？可也没那么快的呀。林师弟果然有过人之处。我看山门那边登天梯考核已经开始了，不如我们一同过去看看热闹。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人能成为我新的刷粉环的宝宝呢？我觉得剑罡峰的人品不咋地，我得找机会接触接触。第一批考核者便有成功冲到了登天梯的终点的，一共是2男1女。天啊！地阶上品灵根和师姐一样，靠，那么牛！既然诸位之前要我先选，那我就选这位赵金松。应该的，应该的。地阶上品灵根确实配得上冷风主，那可是地阶上品灵根啊，是太玄宗唯二的顶尖好苗子，就这么稀里糊涂的错过了。那剩下2位地阶下品灵根，我要了。凭什么？以后你便为我小竹峰第2真传弟子。是师尊。不过我地阶下品灵根第2，那第1真传岂不是天阶？他是林渊，我的真传大弟子，以后就是你师兄了。师妹赵蒹葭见过师兄。好惨一姑娘啊，那可是地阶上品灵根，太玄宗为脸的天骄，居然要被一个黄阶下品灵根的家伙骑在头上当师兄。什么？小竹峰第1真传竟然是个黄阶下品灵根的渣渣，这样的资质怕是当个外门弟子都够呛吧？怎么成了第1真传？我不服！师妹刚接触我，这个态度我不觉得奇怪，可这剑罡峰的人还真是诚心给我添堵，那这笔账我记下了。怎么，我收徒弟还要经过你一个内门弟子的认可不成？要不以后我收徒弟的时候都提前请示一下你。峰主饶命，弟子一时糊涂，口无遮拦，求峰主大人有大量，饶过弟子这一次。再有下次，我定要亲自到你剑罡峰问你，看看你们剑罡峰到底还有没有尊卑之分。还不滚！真没想到师尊如此护犊子。师尊，剑罡峰的人似乎格外不喜欢弟子。他们不是不喜欢你，是剑罡峰那位峰主跟我有些过节，他找不了我的麻烦，便放任门下弟子来找你的茬儿。你也不用怕他们，剑罡峰那位我还不惧。哦，弟子冒昧，不知师尊与剑罡峰峰主之间究竟是什么过节？对不起师尊，弟子冒昧。无碍，我只是想到此人，觉得恶心罢了。剑罡峰那位早年曾想与我结为道侣，我一心向道，没那份心思，便直接回绝了。后来他那第1真传容貌出众，他又想让那弟子给他侄儿当道侣，那弟子不愿意。啊！我曾指点过他几分，他便求到了我头上。我找宗主说了一番，宗门也不愿让一个好苗子就此沉迷情事，便回绝了此事。自那之后，那弟子便去了凌霄峰闭关修炼，我与剑罡峰那位也就此结下了梁子。看来剑罡峰峰主与那位第1真传之间早已离心离德，难怪第2真传来了。不过是想利用那弟子帮他侄儿突破境界罢了。不过在宗门内，他们倒也不敢太过放肆，就怕你日后外出办事，他们会暗中使绊子。师尊放心，弟子明白。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觉得林渊灵根低劣，不配当你师兄。但我要告诉你，林渊是我大弟子，这是从一开始就定下，现在不会变，未来也不会变。弟子明白，弟子一定会尊敬师兄，绝不敢有半分懈怠。黄阶下品能筑阶成功，就算是侥天之幸，结丹更是难于登天，短短100年就会作为一堆黄土。到时我自然就是小竹峰第1真传。很好，回峰。林渊，你负责你师妹的后续。这片区域是真传弟子的住处，
目前我选了这件，其他的都还空着。师妹喜欢哪件，自行挑选便是。我选那件。看来这师妹很不喜欢我呀。算了，谁叫我是个废材，废材当师兄难免不能服众。这里面是一些丹药，算是师兄的一点心意。往后若是还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师兄。他能有什么好东西？这是上品聚气丹，多半是师尊给的资源。你倒是会借花献佛，装好人。多谢师兄。若无其他事情，师妹便先回房修炼了。师兄也当勤勉修炼，莫要辜负师尊的期望。师妹若是有事，自会找师兄。意思就是别去烦你是吧？检测到宿主对战便宜，上品聚气丹10颗，上品疗伤丹10颗，上品解毒丹10颗，触发80倍暴击返还，奖励0元诀。我去，萧仙儿刚刚改邪归正，就来个赵师妹。我还打算去剑罡峰刷个返还宝宝，没想到这就来了。赵师妹，师妹，你一定要硬气一点，争口气，不要学萧仙儿那么轻易就妥协了啊！师兄，我往后的幸福生活可就看你了。灵元诀竟是一部极为实用的疗伤功法，不仅能大幅加速外伤的愈合速度，对气脉受损、内息紊乱等内伤也有极佳的修复效果。而且炼气期即可入门，随着修为提升，疗伤效果还能进一步增强。后续筑基、金丹阶段依旧能用。唉，刚才怎么就没多送一些资源出去呢？不过问题不大。只要这赵蒹葭能一直保持占便宜的心思，我后续还有很多送他东西的机会。系统返还的奖励和我送出的东西有点关联，下次刻意送点我需要的东西，应该能刷到不错的奖励。你们还在收拾呢？对了，星瑶，你家在青州城，如今还有多少族人？我们族里如今还有几十号人。平日里大多是接些护卫任务，或是组队去城外山林寻找草药，猎杀妖兽换取资源，勉强维持生计罢了。师兄，你问这些，可是打算做点生意，积累产业？小竹峰如今刚建立不久，往后弟子多了，若是没有自己的产业支撑，只靠宗门拨款，怕是很难扩张，也容易惹来非议。师兄说的极是，其他8大峰都有自己的核心产业，就说丹顶峰主营药材和丹药生意。峰内弟子有专门负责种植灵药的，也有专注炼丹的，就连一些普通药材的照顾，都会在任务堂发布任务，让外门弟子帮忙做工。还有御灵峰、天宫峰、玄阵峰，分别是御兽、炼器、阵法领域的行家，各自都有稳固的营生。这4峰也是宗门内最富有的，峰内弟子的待遇更是远超其他各峰。那上次猎杀黑风狼就是树玉峰的，全是女弟子。主营服饰、护具这类物品，没错。凌霄峰则是涉猎极广，各行各业都有涉足，虽然显得杂乱，但整体收获也不小。观星峰擅长推演天机、测算吉凶，也有不少宗门和家族愿意花钱请他们推演，生财门路也很稳定。那9峰最穷的就是剑罡峰和我们小竹峰了。剑罡峰全靠弟子外出历练获取资源，咱们小竹峰是刚建立的，底子薄，暂时落后一些倒也正常。这么说来，主流的暴利行业都被各峰垄断了，留给我们的发展空间确实不多。那制服生意如何？符篆威力不俗，修士出行大多会备上几张，市场需求应该不小吧？系统奖励的极品引雷符，威力强大，低阶修士就能驱动。凌霄峰、观星峰、玄阵峰、树玉峰都有涉足制服领域，且符篆大多是修士用来保命的底牌，不到生死关头绝不会轻易动用，消耗速度很慢。看来不另辟蹊径，想要插足确实不容易了。你们觉得我们搞拍卖行如何？拍卖行？拍卖行倒是不错，但要有足够的实力和信誉。实力强能保证货物和客人的安全，信誉强能吸引更多的客人。咱们峰主的实力和地位，如果开拍卖行，安全方面绝对有保障。不过青州城的拍卖行已经有不少家了，其中不乏经营了数百年的老字号，他们早就积累了稳定的客源和口碑，咱们想要站稳脚跟可不容易。想要站住，只有能拿出足够珍惜、足够吸引人的拍品，才能引来强力买家。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完美聚气丹。没错，以我的丹道造诣，炼制完美品质的丹药，
并非难事。迟些时候，我炼制一批完美品质丹药，用来当做我们拍卖行的首批拍品，抛砖引玉。你们觉得这样能不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客人？虽然完美聚气丹只是炼器界修士使用的丹药，但对于那些大家族的子弟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至宝。修仙之路，一步快，步步快。对于那些天才子弟来说，哪怕只是能早一天晋升境界，都能抢占更多的修炼资源，拉开与其他人的差距。所以，只要我们能稳定拿出完美丹药，别说吸引客人了，恐怕整个青州城的顶尖家族和宗门弟子都会挤破头来参加我们的拍卖会。师兄太厉害了，有完美丹药镇场，我们的拍卖行一定能一炮而红。如果能拿出更高阶的完美丹药，比如筑基境修士能用的，那效果肯定更好。筑基境的完美丹药而已，也不是不行。我现在就去禀告师尊。你说的没错，偌大的小竹峰总归需要人打理，要长远发展，必然要有自己的产业支撑。只是我向来醉心修炼，对这些俗物不擅长，所以一直没能顾及。你既然有这份心思和规划，便放手去尝试一番。是，师尊。这里面是5000中品灵石，你要创办拍卖行，前期必然需要大量投入，先用着，不够再来找我。在产业这件事上，为师反而要谢谢你替我分担。这些都是弟子应该做的，想要固定自己地位，就必须实实在在做出成绩。哪怕我系统再深，未来可期，但外人并不知晓。筑基丹，完美筑基丹引发的异象。林渊此子还真是令人惊喜不断。师尊，您怎么来了？完美筑基丹，这竟然是完美筑基丹！徒儿，你真是给了为师太大的惊喜。侥幸，都是侥幸。你也不用紧张，为师还能害你不成？刚才我察觉到这边的异象，担心动静外泄引来麻烦，就先开启了护山大阵，封锁了周边。往后你再炼制这类高品质丹药，一定要先开启大阵，切记切记。被人知道我能炼制完美筑基丹，会很麻烦吗？太玄宗乃是名门正派，自然不会有人敢强抢你的丹药，算不上什么致命的大麻烦。但麻烦肯定少不了，一旦消息泄露，宗门内外必然会有一大堆人来求药买庙，总有一些摸不开面子的长辈或同门，你难免要忍痛割爱，且浪费你修炼时间。本来我还打算过些时日，你若筑基失败，便厚着脸皮去求你师祖，讨要一件能辅助筑基的逆天宝药。无论如何，也要帮你成功筑基。没曾想，你自己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多谢师尊为弟子周全。你若是后续还能炼制出更多完美筑基丹，在满足自己筑基需求的前提下，可以给我一些。我会拿着这些筑基丹去你师祖和几位师伯那里换一些有助于结丹的宝物，这样一来，也能增加你未来结丹的希望。若是这样还不够，他日我再打听一下，看看哪个秘境中有能改善灵根、辅助结丹的逆天至宝，定要帮你寻来。看来师尊是真的将我当做真传弟子对待。林渊，你的资质要走到元婴，难于登天，但为师费尽所有资源，也要助你结丹。多谢师尊为弟子费心，弟子能成为师尊的弟子，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这是太玄宗的筑基法门，我本以为你还需要些时日才能准备筑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达标了。好在现在给你也不晚。好了，你安心准备筑基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恭送师尊。这是筑基法门。筑基法门详尽无比，涵盖了筑基过程中的各种注意事项和灵力运转方法，这便是进入大宗门的好处。接下来，我继续炼丹。
修炼上可有什么疑惑？回师尊，弟子暂时没有疑惑，只是弟子代役拜师，如今已经是炼气9品，距离炼气大圆满也不远了，大约月余就能尝试筑基，不知是否需要弟子暂缓筑基的时间？这妮子明显就是想暗示林渊资质太差，会耽误他修炼，从而重新考量两人的地位。不用，你该突破就突破，无需顾及其他。我现在就传你筑基之法，迟些时候你再去找你师兄要几颗筑基丹，以备不时之需，免得在筑基关键时刻出岔子，功亏一篑。我的根脚要筑基，何须筑基丹？不过师尊既然连筑基丹都交给林渊来保管，哼，那我必须得要。弟子明白，多谢师尊。是本宗的筑基法门，恭送师尊。所有筑基药材全部花完，100枚完美的筑基丹，剩下的全是极品的筑基丹，可以作为小竹峰拍卖行首批拍品，用来打响名声，吸引客人。至于完美筑基丹，暂时不打算出售，毕竟这玩意儿太过逆天，一旦消息泄露，人人都来求购完美筑基丹，自己岂不是要天天被困在炼丹炉前，耽误自己的修炼，得不偿失。现在我就闭关冲击筑基。乖乖，这用完美筑基丹筑基，竟然能达成完美筑基，还引动了筑基意象，这根基稳固程度竟然不弱于师尊那种顶级天才的筑基，真是意外惊喜啊！当然，也可能是吞天引气诀带来的辅助效果。总之，我之前以为自己只能勉强筑基，没想到竟然能够完美筑基。这样对上天阶灵根的天才修士，我在筑基境也有一战之力了。成了，师兄筑基成功了！天生异象，这是完美筑基的征兆啊！师兄竟然是完美筑基，天啊！弟子见过峰主。既然选择跟了我那徒儿，往后便要安分守己，莫要三心二意。弟子明白。弟子拜见师尊。好，好，好！想不到你竟然能达成完美筑基。有了这完美筑基的根基，你日后结丹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师尊谬赞了，说来也是侥幸，弟子也没想到服用完美筑基丹竟然能让人达成完美筑基，这倒是超出了我的预料。别说是你，就连我都未曾想到。毕竟修仙界有史以来就从未出现过完美筑基丹，你能有此机缘，也是你的造化。当初我筑基举全宗之力，想要为我寻来一颗极品筑基丹，以备不时之需，都没能如愿，更别说传说中的完美筑基丹了。这里是师兄的住所。小竹峰目前就2位真传弟子，除了眼前2位外门弟子，那能筑基的只有他了。引动筑基意象的人是他。可他前几日明明还只是炼气9品，和我境界相仿，怎么突然就筑基了？我都还没来得及突破炼气大圆满，他竟然先一步筑基了，而且还是完美筑基。到底谁才是天才啊？这完全不合理。刚才引发异象的真是林师兄。见过赵师姐，确实是林师兄筑基成功了。这怎么可能？他一个黄阶下品灵根，怎么可能成功筑基，还达成了完美筑基？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呀！赵师姐这话是什么意思？师兄为什么不能筑基？黄阶下品灵根又怎么了？师兄成功筑基，你身为师妹不恭喜也就罢了，反倒说这种话，未免太过失礼了吧？赵师姐海涵，仙儿师姐她性子直，口无遮拦，并非有意冲撞您。无妨，是我失言了，我只是太过惊讶，毕竟这确实太违背常识了。见过师尊，恭喜林师兄成功筑基。谢师妹吉言，不过是侥幸罢了。怎么样，想不到吧？我竟能完美筑基，现在压力给到你了。侥幸？
侥幸能达成完美筑基，这分明就是给我炫耀呢！怎么办？原本我还想在师尊面前一鸣惊人，现在差距拉大了，而且还是完美筑基，我压力很大啊！不行，赵千家你要稳住，还有机会的。想来是师尊太过看重师兄，给了他什么逆天改命的宝药，他才得以采狗屎运达成完美筑基。等你筑基成功，凭借地阶上品灵根的优势，一样能把他远远甩在身后。一时的成败不算什么，加油，赵蒹葭！小竹峰真传大弟子的位置非你莫属，谁来都不好使。林渊，刚筑基要稳固根基才是，莫要急于求成。是师尊。师兄，我的筑基丹呢？筑基丹？赵蒹葭现在是我新的返还宝宝，我一定要慎重，多凑些资源一起送出，这样返还的奖励还会更丰厚。哦，筑基丹啊，没了。什么？师尊放你身上的东西，你全嗑完了，难怪你能完美筑基。哼，没有就算了，改天再来要。现在我得回去抓紧突破炼气大圆满。这态度不错，我喜欢，是返还宝宝的态度。你们两个这段时间好好修炼，尽快把修为提升到炼气大圆满。我手里还有些完美筑基丹，没打算对外出售，到时候先紧着你们用。啊，师兄，你不说没有了吗？师兄，那可是完美筑基丹，这么珍贵的东西。给我们用，真的好吗？你们是我带上山的，不给你们用，难道还给外人不成？放心大胆的用，丹药管够，不用心疼。师兄，你对我们真是太好了。师姐大驾光临，师妹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师妹不用如此客套，你我同门多年，何必如此见外？此行师姐是有求于你，想要跟你聊聊你那大弟子林渊的事情。难道是我这大弟子得罪了丹顶峰的人？不至于啊，他入门时间不长，基本都在小竹峰修炼，很少外出。非也，主要是我听说宗门近期出现的大量上品和极品丹药，都是你那弟子炼制的。如此出众的丹道天赋，留在这小竹峰专注修炼，未免有些太浪费了。师妹可否忍痛割爱，把林渊交给我培养？当然，我可以保证，林渊到了丹顶峰后，一应待遇都按照真传大弟子的标准来，我会亲自教导他丹道。师姐，林家祖上曾经对我家有救命之恩，如今林家只剩下他这一根独苗，我自然要为他的未来负责到底。若是让他去了丹顶峰，一心钻研丹道，只怕他这一生只能止不住激进，也难以延续林家血脉。所以，还请师姐谅解。师妹，你那徒弟的情况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黄阶下品灵根，筑基几乎就是他的极限了。无论走不走丹道，他的结局恐怕都差不多吧？那倒未必。我曾经听闻，修仙界中存在能让人强行结丹的逆天宝药，哪怕乎尽我所有手段，耗尽我的人脉资源，我也要为他争取一番。还请师姐不要再提此事了。师妹的决心我也明白了，但你想要找的那种逆天宝药，何其难得，可遇而不可求。你看，不如这样，让林渊来我丹顶峰，我也竭尽所能帮你一把，动用我能动用的所有资源，争取把他堆到结丹境，如何？不了，我那徒儿灵根虽差，但如今已经是完美筑基，结丹的概率已经增加了不少。只要他潜心修炼，未必没有结丹的可能。我实在不想让他分心去钻研丹道，耽误了自身的修炼前程。等等，你让我捋捋，刚才你说什么？黄阶下品灵根，完美筑基。师姐，你没听错，确实是完美筑基，我已经亲自确认过。师妹，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根本不可能，违背常理。正常来说，的确不可能。但如果有这个呢？我没看错的话，这是完美筑基丹，这怎么可能？完美筑基丹只存在于理论之中，从古至今就没有谁真正炼制出来过。以前确实没有，但现在有。师妹，请你一定要把林渊交给我，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他的炼丹天赋远超我，只要用心培养，将来必定能成为顶尖炼丹师。到时候，不仅是丹顶峰，整个太玄宗都能得到巨大的好处，宗门也一定会为他倾泻海量的资源。那又如何？宗门连极品筑基丹都弄不到，
更别提能让人强行结丹的逆天宝药了。还请师姐谅解我的苦衷，我是绝不会让他去专修丹道的。暴殄天物啊！真是暴殄天物！其实师姐大可不必如此激动。筑基丹的丹方流传已久，几乎已经没有优化的空间了。丹药的品质如何，无非就是看炼制手法和炼丹师的天赋。我那徒儿一向心态良好，不争不抢，反而才能炼制出完美丹药。真要是让他承担起整个宗门的期待，反而会影响他的心境，不利于他的成长，不是吗？师妹说的有道理，但完美筑基丹这件事太大了，肯定会引发诸多问题。到时候有人给林渊施加压力，我还真不一定能顶得住，倒不如让他留在你这里更安全一些。不过师妹，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必须答应。师姐但说无妨，我会抽空来小竹峰，亲自传授林渊丹道知识。他这样好的炼丹天赋，可不能白白浪费了。你看如何？这是他的福分，我岂会阻拦？不过师姐，这完美筑基丹能换一桶万年灵髓液吗？那东西我听说功效极佳，如果让我徒儿泡个澡，好好吸收一下，应该能进一步提升他的结丹几率。你当万年灵髓液是大白菜啊！万年灵髓液可是炼制金丹境降沉丹的核心材料之一，我丹顶峰10年时间也就能积攒出几滴而已，去哪给你搞一桶过来？那你给我几滴也行，还几滴？最多给你1/10滴。师姐，你想一下，我那徒儿是吞服完美筑基丹才达到了完美筑基。什么？你是说这完美筑基丹能让人达成完美筑基？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完美筑基丹当真是天下至宝，其价值比之那些能强行结丹的逆天宝药也不遑多让啊！我算是知道林渊是灵根太差，但能炼制完美筑基丹，所以全是靠磕丹达到完美筑基。天啊，谁家能买得起30颗完美筑基丹？而他自己不但能炼制，而且还成丹率极高。灵根差，但炼丹天赋极高，难道就是所谓的物极必反？至于能不能让所有人都完美筑基，我说不准，但它应该可以提升筑基品质。具体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实验才能知道。这样，我们先做个约定，如果完美筑基丹只是单纯增加几成筑基几率，我就用1/10滴万年灵髓液跟你换。要是能确定它可以提升筑基品质，那我就用1整滴跟你换，如何？不能再多一点吗？师姐，你手里的万年灵髓液应该不会少吧？别这么小气嘛！再说了，师傅以前都给我用万年灵髓液泡过澡呢。师妹啊，你也说是师傅给你的，师姐我哪有师傅那等财力？这样吧，万年灵髓液我是真没多少存货，1000年灵髓液要不要？1桶？什么1桶？1瓶就顶天了！你的资源那是举全宗之力供给的，整个太玄宗也就你有这好命，旁人根本比不了。那好吧，我先给你5颗完美筑基丹，你找弟子实验一下效果。等我找弟子实验完，确定了完美筑基丹的效果，再把万年灵髓液给你送来。1瓶1000年灵髓液也能给林渊泡个澡滋养根基。对了，赵坚家呢？给他剩3滴，不，2滴吧。峰内近期可有冲击筑基境的弟子？灵根资质要好一些的，最起码得有把握达成中品筑基的。回峰主，内门有一名弟子是玄阶上品灵根，按照他的资质，应该能稳定达成中品筑基。让他立刻来见我。是。这些5000中品灵石，你先拿去，用来购置拍卖行的场地、装修布置，再做些前期宣传。具体事宜你们自行商议决定即可。另外，里面还有一些筑基丹，您自行分配。多几个筑基高手坐镇，可以省心不少。林真传，这星瑶跟对人了，我们夏家也能抱上大腿，从今以后要起飞了。无碍，星瑶现在跟着我，大家都是一家人，你们去准备吧。真没想到你竟然筑基了。是的，今天刚筑基成功，很感谢你将夏家人带上来，举手之劳。对了，还有一件事想请沈长老帮忙。但说无妨。我准备开设拍卖行，想要招募几名筑基境弟子，跟着夏家人回去坐镇，当然是有佣金的。这倒不是难事，但一般人肯定不行。我有2个晚辈
一个是筑基6品，一个是筑基3品，实力足够镇场子了。你要是不介意，我安排他们过去如何？沈长老的晚辈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对了，林凡的事情，你还有没有其他想法？林凡，你还真是不上心啊。不过也正常，你早就猜到，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他已经被关在执法堂严刑逼供1个多月了，确实什么都招不出来。你要是没其他要求，我这边就准备将他逐出宗门了。好家伙，居然严刑逼供了1个多月，那就逐出太玄宗吧。迟些时候我会亲自回一趟林家，把这笔账好好算清楚。现在搞拍卖行要紧，没问题，我会让我家族那边派人盯着林家，确保他们跑不了。多谢沈长老。小事一桩，没别的事，我先告辞。那我送送？不用，林真传，不必客气。放心，近期我就会尝试炼制极品生生造化丹。什么？我真的可以治好根基？好，我等你助我突破结丹境，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沈长老不错，倒是个热心人。对了，最近通过售卖上品、极品丹药，已经积累了不少灵石，现在得去内门弟子聚集之地，开启买模式了。师妹，是你，见过师兄，不知师兄有何事？师妹，你也快冲击筑基境了。师父之前跟我说过，让我给你准备筑基丹的事情，这不，我给你送来了，顺便带了些修炼可能用得上的资源，都在这里了。这储物袋里面东西应有尽有，还有3枚完美筑基丹，还有几张极品引雷符，1柄上品法器清风剑。我很期待会返还什么呢？总算是给我送来了，我倒要看看里面有些什么。那没其他事儿，我先撤。那恭送师兄。那么重，肯定没啥好东西。不过不要白不要。储物袋里符篆入门手册、阵法入门典籍、御兽入门心得、阵法图谱、炼丹中阶资料、上品法器应有尽有。返还奖励，快来，快来啊！检测到宿主被占便宜，符篆入门、阵法入门、御兽入门，屏蔽阵法图谱，上品清风剑，完美筑基丹3颗，触发1000倍返还，奖励3品阵符术、3品阵法精通、3品御兽术、3品完美炼丹术，阴阳两仪阵图谱，金丹境极品法器飞鸿剑，九转结丹秘法。发了，这次是真的发达了。3品对应的是金丹境，我已经掌握了。制作金丹境符篆，布置金丹境阵法，驾驭金丹境妖兽，以及炼制金丹境完美丹药的全部手段。而那九转结丹秘法，更是堪称逆天。这竟然是一套完美的结丹法门。另外，我还掌握筑基境攻击法术天花板，极品雷法五雷正法，足以碾压同阶一切攻击手段。就算受伤，我还有灵元诀。哈哈，这就是挂逼的快乐吗？开挂一时爽，一直开挂一直爽啊！现在我叫星瑶和仙儿帮我采购一些绘制符箓的材料。林师兄，那么多材料，你是要……不会是为拍卖行准备的吧？是也不是，我准备炼制一些符箓。什么？林师兄，你会炼丹就算了，怎么想着炼制符箓呢？是啊，符箓之道也需要长期积累，所需要的资源和精力丝毫不弱于炼丹。林师兄，你会不会走偏了？糟糕，不应该说出来。不过他们岂能知道，我不但炼丹制符、阵法、御兽也达到了3品。事已密成，以后少给他们说这些，我就试试。好了，你们抓紧时间修炼吧。马上咱们小珠峰的拍卖行就要开张了，以后有你们忙的地方。是，师兄。符篆本身就是一个灵力容器，绘制符篆的过程就是将自身灵力注入其中储存起来，而符文则是触发灵力释放。我掌握了3品制符术，技术层面我完全有能力绘制出金丹境威力，不过实际上我才筑基，灵力强度和总量都不足以支撑绘制金丹境符篆，所以绘制筑基境的应该是绰绰有余。
这才画了几张，灵力就消耗殆尽了。要知道我的灵力可是同阶修士的10倍，竟然也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还好，我炼制的有回灵丹。符箓分为3类：攻击符箓如引雷符，防御符箓如金光护体符，功能性符箓如此遁地符。如今我引雷符足足90多张，所以我只绘制了20张金光护体符和20张遁地符。给星瑶和仙儿各分几张，以备不时之需。剩下的这些暂时也够用了，后续每天有空随便画几张，也不算浪费。就算以后用不到了，拿去卖掉也能赚不少灵石。这些符箓你们拿着。这是无比珍贵的筑基境符箓。林师兄，你对我们也太好了吧？我该如何报答您呢？报答？至于怎么报答，你们想一下吧。对了，没事的时候去师妹那边施展符箓，让她羡慕羡慕。师兄，为什么？我现在就赵师妹一个返还宝宝，得不停刺激她才行。师兄让我们去施展，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去一趟玉灵峰，你们开始吧，不要心疼符箓，我这要多少有多少。是。这2个外门弟子在做什么？哎呀，师兄给我的金光护体符效果还真不错。是啊，筑基境的符箓肯定效果和其他的不同啦。他们竟然如此毫无节制的浪费筑基境符箓！师尊为什么非要林渊当大弟子？这样迟早会把小竹峰的资源给浪费掉。不行，我要筑基，我要完美筑基，我要超越林渊，我要成为小竹峰的真传大弟子。将来小竹峰的资源都要由我来分配才行。我掌握了3品御兽术，我怎么说也是师尊的大弟子，小竹峰怎么也得弄几只灵兽抬抬门脸。不仅如此，更实用的是，御兽不但可以代步，甚至战斗的时候灵兽还能御敌，如果不济还能逃命。陈师兄，不好了，那只幻梦蝶快不行了！什么？林师兄，实在抱歉，我这边出了点急事，需要立刻过去处理。你看，要不我让其他师弟过来，继续给你介绍。幻梦蝶，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只极为珍贵且特殊的灵兽。我方便跟你一起去看看吗？幻梦蝶说它珍贵，是因为它的能力极为离谱；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可以说毫无战斗力。它的上限就是炼气境，而它的能力就集中在幻和梦2字。幻使它可以施展幻术迷惑敌人，甚至还能迷惑主人。如果战斗落入下风，它可以用幻术激发主人身体潜力，瞬间恢复一定的状态。梦字则是它身上的磷粉，有着强大的催眠效果。果然还是不行了，这可是整个玉灵峰最有希望突破到筑基境的一只幻梦蝶啊！陈师兄，我们已经尽力了。幻梦蝶修为境界上限只有炼气境，寿命极短，从来没有人能将它培养到筑基境，导致它的幻术和催眠效果只能针对炼气境修士，这就让它的价值大打折扣，显得有些鸡肋。这只幻梦蝶和一般的不一样，它似乎也很想突破到筑基境，不过这对于灵兽峰的人来说太难，但别人做不到的，不代表我做不到。这只幻梦蝶卖吗？林师兄，我倒是想卖，可实在不敢占您的便宜。这只幻梦蝶的活跃度已经大幅消减，以我的经验判断，它的寿命最多还有不到1个月，很快就会死去。如果把它卖给您，那不是坑您吗？他可是冷师叔的亲传大弟子，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坑他。情况我已经清楚了，我确实很喜欢这只幻梦蝶，所以才想买下来试一试。无论最后结果如何，我都不会有任何怨言，更不会追究你的责任。既然林师兄真心喜欢，那也就别提什么卖不卖了。明知道他快要死了，我要是还收您的钱，未免太不厚道。林师兄，直接把他带走便是。只有别人占我便宜的，我岂能占别人便宜？不行，一切都要按规矩来，不能让你难做。
我师父要是知道我白取宗门弟子的东西，免不了要怪罪我。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你直接开个价吧。既然师兄执意如此，那我就直说了。普通的幻梦蝶价值3000下品灵石，这只的潜力远超普通幻梦蝶。正常情况下，造价6000下品灵石都不为过。但他现在濒死，我就收您1000下品灵石吧。成交。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让这小家伙筑基，筑基后寿命就会得到大幅延续，而我很有信心将他培育成结丹境的灵兽。靠，一只结丹境的幻梦蝶辅助我战斗，同阶修士定会毫无招架之力。星瑶、仙儿，你们做什么呢？仙儿师姐，你给师兄说我害羞。师兄，你如此善待我们，若不是你的帮衬，我萧仙儿绝不会走到如今的高度。所以为了感谢你，我和星瑶甘愿做你的侍妾。啊，这不好吧？如果现在不让师兄拿下我，等到师兄将来修为有所成就，他不要我了，怎么办？灵渊突破筑基后，每一步修行要更为重要。林渊是林老唯一嫡孙，尽管如今达到了完美筑基，但是资质依旧是杂灵根，上限终究有限，所以开始散业也是常情。以后我还是不能随便神识查看他的行为了，毕竟他长大了。不过，我担心他难以把握限度，下次还是要提醒他，不可沉迷其中。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师兄，师兄，我们会对你负责的。这30枚完美筑基丹给你们，你们先抓紧时间修炼吧。如果你们能赶在赵师妹之前筑基，那是最好不过了。哼，小家伙，现在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完美品质的西灵丹，怕是丹顶峰都没人炼制得出来，更何况玉灵峰。小家伙，跟着我，你算是有福气了。你也感受到这些四灵丹的非同一般吧？交出你的一缕命魂，任务为主。小家伙，我是看你现在身体虚弱，不能强行分你命魂。如果你不识趣，这一瓶完美四灵丹，我都要拿去喂狗了。而这里面全是完美筑基丹。不错。你倒是个肯努力的小家伙，只可惜这世上的延寿宝物和丹药，要么极为稀有，要么所需材料我暂时搞不到，只能给你提供这完美四灵丹。能不能迈过这道坎，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成了，真的成了！普通筑基丹，哪怕是极品，也只能提升筑基的成功率。这完美筑基丹竟然能直接提升筑基品质，简直是逆天之物！师尊，弟子只是玄阶上品灵根，只能达到中品筑基，没想到服下这枚完美筑基丹，竟然达到了上品筑基。这算是你的造化，你下去吧。一两个修士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整个宗门的弟子都能如此，宗门的整体实力必然会跨越一个大台阶，实现质的飞跃啊！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要找师妹商议。师尊，不好了！其他几峰弟子闻宗门内最近有上品和极品筑基丹，纷纷前来求购。听说是小珠峰林渊师兄，纷纷要求林渊为宗门大量炼制筑基丹。什么？果然能提升筑基品质，可外界如今已经传开，这该如何是好？师姐，你先去通知其他几位峰主，告知他们完美筑基丹的效果，这件事根本瞒不住。与其被动曝光，不如主动说明。咱们师姐妹那几峰好办，可从宗门的角度来看，
让林渊大量炼制完美筑基丹，提升宗门整体实力，才是最大的利益所在。我担心会有人动心思，逼迫林渊一直为宗门炼丹。毕竟他即便是完美筑基，只怕也很难结丹。与其让他虚度光阴，不如榨干他的剩余价值。我自然考虑到了这一点。尤其林渊是我的弟子，剑罡峰的徐坤必然会借着这件事为难他，所以我要亲自去见师尊，把事情说清楚，求师尊出面。对，只有师尊出面，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丹药可以炼制，但绝对不能过度逼迫。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林渊每个月向宗门上交一定份额的完美筑基丹，其余时间由他自由安排，也不怕耽误了他修行。那就麻烦师姐了。小事一桩，我这就去通知其他峰主，这事情早点敲定，咱们心里也能踏实些。小竹峰在太玄宗不过一个小峰，太玄宗要发展要壮大，林渊必须全力为太玄宗炼丹。宋峰主，这件事宗主也只会和我站在一边，你就请便吧。该死的徐坤，针对小竹峰的心不死。我还没说出林渊能炼制完美筑基丹，如果知道能炼制完美筑基丹，那还得了？看来只能召集所有峰主议事，用宗门规矩定夺了。见过师姐。见过云峰主。久违了，诸位峰主。宋峰主，你近来红鸾星动，不日之内怕是要有一段好姻缘呐。岳峰主，麻烦请入座议事吧。我对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没兴趣。红鸾心动，我此生注定将心血奉献给丹道，怎会对男人动心？这老头真是大嘴巴。诸位峰主，今日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小竹峰冷师妹的弟子林渊炼制出了一种特殊的筑基丹，完美筑基丹，而他自己也步入了完美筑基之境。什么？完美筑基丹？上品、极品筑基丹已是无比稀有，他还完美筑基了？放屁！胡说八道吧！你不信就保持沉默。经过验证，我峰内一名玄阶上品灵根的弟子，本来只能中品筑基，但服用后直接达成了上品筑基，其价值无需我多言，诸位应该都清楚。诸位，林渊以他的灵根资质，今生结丹无望，最多也就活个200来岁，还不如让他后续专心为宗门做出贡献。而宗门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保他一生无忧，甚至保他家族未来无忧。这对他而言未必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把你绑在炼丹炉前，让你日夜不停的炼丹，再给你一些所谓的补偿，你愿意吗？你不要打着宗门利益的幌子，行针对小竹峰之事。你激动什么？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但凡他有一丝结丹的希望，我自然也愿意让他继续成长。如果他能成为3品炼丹师，给宗门带来的好处只会更多。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时候太玄宗为了些许利益，竟然要强迫弟子炼丹了？今日能强迫弟子炼丹，再过几年，岂不是要学那被覆灭的魔宗，拿弟子炼制邪丹了？我反对。云峰主严重了。我只是让他留在宗门多炼制些丹药，虽辛苦些，但待遇绝对优厚。太玄宗的弟子为宗门做出一些贡献，理所当然，何况宗门也不会亏待他。这般安排在我看来并无不妥，我赞成。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我就是个铁匠，也不好妄下决断，就不掺和这趟浑水了。我弃权。林渊终究是冷峰主的弟子，此事关乎小竹峰内部事宜，我也不便多言，你们自行商量着定夺便是。我也弃权。苏兄，你似乎还欠我一个人情吧？此事能否请苏兄投我一票赞成？凌霄峰，
丹顶峰、小竹峰3票，徐坤只有树玉峰、剑罡峰2票，玄阵峰、天宫峰、玉灵峰他们选择中立，观星峰也是如此。稳了。现在3票反对，我赞成，双方打平，将最后的难题扔给观星峰。依我之见，凡事还是应以宗门利益为重。徐峰主的提议倒也不是不行，只要给足林渊补偿，让他为宗门炼制丹药，也算是双赢。什么？苏峰主，你……此事事关重大，确实让人头疼。不如让我卜一卦，看看哪种选择更合天意。怪了，这怎么回事？难道我非得弃权不可？可如果弃权，此事依旧无法解决，后续还要重新议事。算了，重新商议就重新商议，这样我两头都不得罪。岳峰主，如何了？我弃权。原以为岳山会反对，没想到却弃权了。后面这事儿还会再次上演，我私下游走，拿下其他几。冷离月这个贱人，当年我向你求亲，你断然拒绝，后来还干涉我弟子的婚事。既然你先动了我的弟子，那我动一动你的弟子也没什么不妥。师妹，事情麻烦了。即便加上你的1票，我们也只有3票反对。9位峰主中3位弃权，徐坤一方有3票赞成。此事悬而未决，后续怕是会横生枝节。恭迎宗主。恭迎宗主。都坐下吧。小月这小子倒真是有点意思，明明都已经突破到化神境了，却还在这装元婴。他的观星术说是天下第1也不为过，想来是看出点什么了。宗主盯着我作甚，眼神好可怕。原以为我突破化神就能拉近和宗主的距离，没想到宗主依旧高深莫测啊。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大致知晓。太玄宗好歹也是名门正派，岂有逼迫弟子炼丹的道理？此事若是传出去，岂不是要让天下修士耻笑？宗主，我也是为了太玄宗着想，只要林渊能为宗门源源不断炼制完美筑基丹，宗门可以给予他足够的补偿，绝不让他吃亏。哦，行，剑罡峰主杀伐，那你带着全峰弟子下山荡魔一个甲子吧。宗主，这不一样。不一样。如果你强行逼迫于他，他从此心生怨恨，不愿再炼丹，甚至再也炼制不出完美筑基丹，你该如何？是不是下一步就要抓捕他的亲人，用酷刑逼迫他就范？我绝不敢如此。太玄宗既然是名门正派，就该守名门正派的规矩，切莫做那些让人不齿的事情。单说囚禁弟子、强迫炼丹这一消息如果传出去，天下人也会对太玄宗避之不及。日后但凡有点天赋的弟子，都不敢再加入我太玄宗。你说说，你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在为太玄宗着想，还是在毁我太玄宗的根基？宗主圣明。徐坤，你也别再找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你心里到底打着什么算盘？在场的诸位都心知肚明。是我思虑不周，没能顾及宗门声誉，还请宗主和诸位峰主海涵。你能想明白就好。不过此事事关重大，林渊能炼制完美筑基丹，对太玄宗而言是天大的机遇。我不希望这个消息泄露出去，被外人知晓。你们都明白我的意思吗？请宗主放心，我等必定严守秘密，绝不敢泄露半分。事情既了，你们便退去吧。离月，你留下。不过是一件小事，师尊顺手就帮你解决了。只是没想到我们的小离月竟然会为了一个弟子，特意来求师尊出面。其实林渊之前就跟我提过类似的担忧，只是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般地步。我还曾让他放心去做，说自己能护住他。
如果真让他出了差错，我这个做师尊的颜面何存？我这徒孙倒是个有趣的小家伙，不过有些话师尊必须提醒你：疼徒弟是好事，但要把握好分寸，切不可生出不该有的心思。金丹修士寿元不过数百载，元婴修士能活1000年之久。你们天赋寿元天差地别，注定不会是同路人。一旦投入过多感情，最终只会害了自己。师尊，林渊是我的弟子，我对他纯粹是师徒情谊，绝无其他想法。徒儿还有大仇未报，眼下根本不会考虑这些儿女情长之事。那就好，不是师尊现实，而是修士之路本就如此，用情太深，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师尊，您不是没有道侣吗？怎么反倒一副深谙此道的模样？师尊，我活了太久，见过的人和事自然比你多得多。我曾有个徒儿，天资惊艳，不弱于你，可惜用情太深。他的道侣身死之后，他便性情大变，自暴自弃，恨天恨地，恨这世间一切，最终甚至自甘堕落，坠入魔道。罢了，说这些陈年旧事也无用，你自己心里有数便好。真是见了鬼了！宗主实力不可测，远超花神。不过奇怪了，那几个小女娃竟然同时红鸾心动，这也太离谱了。罢了罢了，这都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能插手的，还是少管闲事，免得招惹麻烦。师傅，可是一时不顺利。师傅，冷离月能护他一时，难道还能护他一世？他如果一直待在宗门内，我们确实不好做什么。可他总有外出的时候，到时候弟子找个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结果了他，为师父出这口恶气。放肆！收起你那些愚蠢的小心思，不要自作聪明。如果在他没有证明自己价值之前，我或许还会默许你这般做。但如今他的存在对太玄宗有很大好处，你非但不能动他，日后他在外遇到危险，你还要竭尽全力保护他。没想到在我海量的丹药攻略下，这小可爱节俭了。疼徒弟是好事，但要把握好分寸，切不可生出不该有的心思。林渊不是小孩子了，我也不好直接闯入。师尊，一个人。那师尊，您有事吗？今日你售卖上品极品筑基丹，在宗门内引起不小的轰动，剑罡峰的人蓄意针对，所以我联合你师伯召开了九峰议会。事情就是这样。什么？连宗主老祖都惊动了？弟子给师尊添麻烦了。小事而已，你能力出众，能炼制出完美筑基丹，为师脸上也有光，些许麻烦算不上什么。况且这也是好事，你此番算是在宗主那里露了脸，日后你就算闹出再大的麻烦，只要不是为非作歹，触犯宗门铁律，便不用怕什么。师尊这是在宗门给我拿了一块丹书铁券啊！真的吗？我可是个挂壁，身上藏了太多的秘密，比如吞天引气诀，还有能让人结成完美金丹的九转结丹秘法。这些逆天之物一旦暴露，绝对会引来杀身之祸。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日后你再搞出什么特别厉害的东西，一定要先来找我，由我判断具体该如何处理，再做决定。弟子明白。另外，为师也代表你向宗门承诺，每月给宗门提供一批完美筑基丹。不过你放心，宗门会按照最高价收购，或者拿你需要的资源来换，绝对不会占你便宜。至于具体每月炼制多少颗，还要听听你的意见。师尊，您觉得每月炼制多少颗比较合适呢？你最多能炼制多少颗？30-50颗应该没问题。如果需求特别大，再多一点也可以。每月供奉完美筑基丹，能让我进一步绑定太玄宗，获得宗门的保护。那就定40颗吧，宗门应该用不完。太玄宗弟子虽多，但每月冲击筑基境的弟子数量有限，1月40颗足够支撑宗门需求了。好，那就听师尊的。对了，双修之法虽能对修为有所增进，
但切记不可沉迷。哦，被师尊发现什么了吗？不愧是我，竟然比预估的时间更早达到炼气大圆满，不日便可筑基。属于我的荣光终究会到来。林渊，只要我能完美筑基，小珠峰首席真传弟子，那便是我的了。这气息，有人在筑基。林渊他不是刚筑基不久吗？难道师尊又收了新徒弟，还比我先一步筑基？小家伙，没想到你竟然想一鼓作气筑基。好，那我便助你一臂之力。怎么又有人筑基？难道是那两个丫头？不对，这气息不是人。不对，好像还有人筑基。怎么还有其他人筑基？还有2道，是夏新瑶和萧仙儿，2个卑微的外门弟子，他们竟然也在冲击筑基，怎么会？我拜入太玄门之时，便已经是炼气境第9层，他们远不及我，而且我还是地阶上品灵根，他们只是黄阶上品，怎么会那么快就筑基？不对劲，肯定不对劲，到底谁才是天才？看来我这爱徒林渊正是我小竹峰崛起的福星。这2丫头筑基成功一种功法，如果她们专修，定能要林渊增加结丹概率。不过我不能亲自给2丫头拿去。仙儿师姐，我突破到筑基了，还是上品筑基。我也是上品筑基。师兄给的30枚完美筑基丹，我极限只吞服了15枚。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师兄。谁啊惹我？是一本修炼功法，还是一本地阶上品的修炼功法？这都是天意。为了师兄能够结丹，我可以的。我当然也……那还等什么？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师兄去。又是完美筑基，那2个卑微的外门弟子是上品筑基，这个小竹峰到底怎么回事？废柴也能达到这样的高度，这么高，我压力很大。师尊，星瑶、仙儿，幻梦蝶，最大上限炼气巅峰的妖兽，竟然被你提升到了完美筑基。是的，师尊，徒儿就是玩玩，没想到还真成了，还真是一个奇迹。夏星瑶、萧仙儿，你2人成功筑基，修为大进，从今日起便晋升为小竹峰内门弟子。多谢峰主。为什么？我这2徒儿怕是被打击到了，可谁让你师兄太过邪门呢？你跟着我来。徒儿，你如今心境不稳，恐怕会影响后续的筑基。为师建议你先沉淀一段时间，稳固心境后再冲击筑基境不迟。还请师尊放心，徒儿有绝对的把握达成完美筑基，不会受到影响。林渊和2个外门弟子都筑基，我怎么还能停滞不前？罢了罢了，若是筑基失败，也不要强求，宁愿推倒重来，也不要仓促筑基，明白吗？弟子明白。几天后，我也将冲击筑基境。林渊，我绝不会落后你们。干嘛呢？没想到你们筑基成功，还是上品筑基。我本来还想禀报师尊，没想到师尊已经发现，让你们入了内门。我们能入内门，多亏了师兄的照顾。所以我们有惊喜要给你。惊喜？什么惊喜？
这是师兄，这部功法有助你增加结丹的几率。我和仙儿师姐为了报答你，所以……师兄，天黑了，星瑶，动手吧！1. 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触发2倍返还，获得1缕灵力乘2。检测到宿主损失2缕灵力，触发2倍返还，获得2缕灵力乘2。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触发2倍返还，获得1缕灵力乘2。好家伙，原来如此，难怪这系统叫吃亏返还系统，而不是舔狗系统。精华竟然在这里！我要是拜入什么合欢宗，岂不是直接翻天了？不，灵力能返还，取而代之的体力却不能啊！这两妮子，难怪师尊提醒我要我注意。快，有人来了！沈长老，你怎么来了？我若不来，怕是你都把我求丹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糟糕！你们不动脚吗？那个，沈长老，我们犯错了，师兄正要我们罚站呢。好吧，我和林真传有要事相商，你们沈长老，不是那功法。林真传，你学过太玄宗的双修之法吗？这沈长老，你问这个做什么？有吗？略知皮毛，略知皮毛。我修炼的功法对道侣修为和结丹有着极大的帮助，但是效果只有一次，你可不要浪费。浪费什么？林渊身上似乎有不少秘密，炼丹天赋绝顶就罢了，居然还会御兽，我得看看。这个小子怎么又……想必林渊压力很大，不但承载了林家开枝散叶的重任，而且还要为宗门炼制丹药，还要振兴小竹峰，所以他压力如此大，也是情有可原。关于系统奖励，只要修为低于我的，才会认为我吃亏，才能返还。像是沈长老这样的，便不能给我返还了。林真传，你的目的达成了，记得尽快帮我炼制极品生生造化丹。炼制好了，找人通知我一声，我会来取的。我的目的，这不是你的目的吗？等一下，林真传，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要贪杯不成？我们修行之人，这捷径之路，切记要适可而止才行。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别着急走，我现在就帮你炼丹。你现在就能炼制？我果然没猜错，这小子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原以为他要准备很久。确实可以炼制。那就麻烦你帮我炼制吧。你确定极品生生造化丹一定能修复你的根基吗？这个我也说不准，理论上是可以的，毕竟极品生生造化丹太过稀有，从古至今也没几个人能炼制出来。上品无法治疗我的伤势，也只能期待极品了。既然你说不准，那还不如一步到位，我给你一颗完美的生生造化丹。完美的生生造化丹？能找到极品生生造化丹，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他竟然说要给我炼制完美品质的生生造化丹。不是你这就开始了？炼制如此珍贵的丹药，你不该做足准备吗？甚至你打个盹休息下也好啊。你先吃一颗试试。他就如此轻易就能炼出完美生生造化丹，而我得到他的代价却是……沈长老，你没事吧？我没事。如果没有用，这里面还有10几颗，你记得来找我。什么？他还想要我来找他？岂有此理！他怎么了？平时不挺温柔的吗？你放心，我既然许了你，就绝不会再跟别人有牵扯。本来我也没打算跟人结为道侣，如果你将来能成功结丹，你我就算是当道侣也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表示一下，倒显得我太小气了。
这难道是完美培元丹？没错，有助于提升筑基境修为。完美品质的丹药，我今天竟然一下见到了2种。只要我修复好根基，就能冲击金丹境。而这些完美培元丹，能让我尽快达到筑基大圆满，为结丹做好万全准备。你真要给我？不然呢？你修复根基后，结丹的把握有多大？以你现在的情况，能结出几文金丹？我是地阶下品灵根，上品筑基。按照常理，上品筑基能结成4至6文金丹。不过我之前根基受过损伤，就算修复好了，多少也会有点影响。能结成5文金丹就已经很不错了。而我虽达到完美筑基，但是灵根品阶极低，即便侥幸结丹，最多也只能结成1文金丹。顾名思义，就是金丹表面只有1条纹路，威力最弱。降沉丹是结丹的关键丹药，可以提升结丹概率。如果能炼制出高品阶的降沉丹，或许就能提升金丹纹路。5文金丹已经很不错了。迟些时候我研究一下降沉丹的丹方，看看能不能帮你炼制几颗高品阶的，应该能更增添几分结丹把握。真的？当然，不过你以后得帮我办些事。你和我之间虽无道侣之名，却已有道侣之实，帮你也是应该的。你能否等我体内恢复再……你想什么呢？你沈家是供货商之一，想必能接触不少药材资源。你帮我采购一些药材。你要这些药材做什么？怎么尽是些冷门药材？这些药材可不好买啊。很难买。这里面有几10味药材，格外珍贵，多半只能在野外险地寻得，想要收集齐全会非常麻烦。好吧，你先看看哪些药材能弄到。至于灵石，你不用担心，我不差灵石。我先把能弄到的弄到，至于其他，我再想办法。不用麻烦，剩下的我来想办法。你先帮我把能弄到的这些收购齐全就行，有个几10份就行了。这2天我就让人把灵石送过去。不必了，这些药材只是冷门，不算贵重。等我服用了完美生生造化丹，伤势好转后就能结丹，可以在家族里调用更多资源，这点花费不算什么。如果灵石不够，或者遇到什么困难，不用跟我客气，直接跟我说就好，别为难自己。我知道了。不过我这徒儿啊，真是胆大包天，祸害些普通弟子也就罢了，如今连长老都敢祸害了。人家沈梦瑶可不是普通人，沈家是正经的金丹家族，底蕴不浅。沈梦瑶天赋也不差，地阶下品灵根，上品筑基。如果不是早年根基受损，无法结丹，早就该升为内门长老了。罢了罢了，反正我也希望他能够开枝散叶，延续林家的血脉，这样倒也没什么不好，还省得我帮他找道侣。况且小竹峰人丁稀薄，索性让沈梦瑶来小竹峰当个内门长老，也能多个人帮衬他一下。师尊，弟子林渊求见。师尊，这是本月要上缴的40颗完美筑基丹，弟子想用这些丹药向宗门兑换一部分灵石，再兑换一些药材、法宝和阵法，您看可以吗？当然可以，说起来，还是宗门占了你的便宜。你这些完美筑基丹能极大提升宗门弟子的整体实力，对宗门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具体需要什么资源，你直接去找各峰要就是了，他们巴不得你去要东西，这样才能分配更多完美筑基丹。弟子明白了，多谢师尊。我这次要炼制的是9转金丹，可以改造我根基。另外还要给星瑶和仙儿弄一些趁手的法宝和防护阵法，把他们好好武装一下，可不能亏待了这2个可爱的充电宝。至于灵石，我先给你吧。100万下品灵石够用吗？什么？100万？要知道，外门弟子每月拼死拼活做任务，收入也不过几10下品灵石。师尊当真是富得流油。够了，够了，完全够用了。这是100块上品灵石。对了，宗门内各峰的情况，我也该跟你详细说说，免得你日后行事不慎，触犯了忌讳。凌霄峰峰主云青瓷，丹顶峰峰主宋婉晴，都是我的师姐，我们关系极好。你见到他们可以称呼一声师伯。玄阵峰的苏景琰，天宫峰的莫千锤，玉灵峰的楚苍兰，这3位峰主都
一心扑在各自的领域上，最新技术跟我没什么矛盾，你大可以放心去结交。至于剑罡峰的徐坤，情况你也知道，尽量不要跟剑罡峰的弟子接触，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观星峰的峰主月山是个老好人，与世无争，你也可以放心来往。唯独树玉峰的江心玉，你一定要躲着她，那女人疯起来，连我的面子都不给。不过你只要不去树玉峰，不接触树玉峰的弟子，不让他看到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树玉峰这么可怕，宗门不管的吗？这也太坑了吧！他也是可怜人。行吧，反正只要不去树玉峰，不接触树玉峰的女弟子就行，对我也没啥影响。真的，这小子不太老实。放心吧，师尊，我保证不接触他们，我犯不着给自己找这个麻烦。既然是个疯女人，那我自然是懒得招惹。之前我用完美筑基丹跟你宋师伯换了几滴万年灵髓液和一瓶千年灵髓液，可惜他实在不肯多给，不然用万年灵髓液泡澡对锤炼肉身有极大的好处。这些你先兑点水凑合用，晚点我去问问师尊那里还有没有，再帮你讨要一些过来。万年灵髓液泡澡，这尼玛不是炼制降尘丹的核心材料之一吗？炼制一颗极品降尘丹，只需要1%滴万年灵髓液就足够了。既然说这玩意儿泡澡，师尊还真是不当家，不吃柴米油盐贵啊！万年灵髓液，我留着炼制降尘丹。青瑶、仙儿，沈长老日后需要用降尘丹冲击金丹境，这东西绝对不能浪费。多谢师尊。林真传，里面请。弟子林渊拜见师伯。他便是林渊，看资质确实平平无奇，可没想到炼丹天赋远超于我。林师侄，你见本座所谓何事？回师伯，弟子炼制了一批完美筑基丹，已尽数上缴师尊。因后续炼丹还需要一些珍稀药材，师尊便让弟子前来找师伯。需要什么药材？你说便是。你所需药材极为冷门，其中几味更是稀有至极，即便是我丹顶峰的库房，也无法一次性凑齐。不过你放心，我会动用关系去其他宗门寻找，应该能找齐。只是我很好奇，你要这些冷门药材是想炼制什么丹药？弟子只是想尝试改良一些丹方，故而需要这些药材辅助。九转金丹搭配九转结丹秘法，能让修士结成完美金丹。一旦泄露，别说他自身难保，恐怕整个太玄宗都会被其他宗门联合围剿，只为抢夺这能改变修仙界格局的秘法与丹方。我会立刻安排人去办这件事，等药材收集齐全，便让人一并送到小竹峰给你。不过部分药材比较麻烦，估摸着要10天半个月的时间，你看是否可行？没问题，弟子不着急，10天半月而已。等到夏家那边搞定拍卖行后，再去回青州城。林家倒是再找个隐蔽之地结丹。不是我不信师尊，完美筑基已然引动天地异象，如果完美结丹，想必异象更离谱。上次完美筑基丹已经惊动了师祖，引起剑罡峰注意，要是完美结丹，那影响会更大。很想开口请教他完美丹药的炼制心得，可我身为长辈，4品炼丹师实在又拉不下脸。听师妹说，你是偶然得到一位2品炼丹师的传承，如今你初入丹道，如果有什么疑惑之处，不妨说出来，或许我能为你指点1、2。师伯这是想让我教教他，但不好开口啊。不过师伯也不是外人，多谢师伯好意。弟子在炼丹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不解之处，正想向师伯请教，只是怕打扰师伯修行。无妨无妨，你尽管说来。时辰不早了，多谢师伯今日指点，弟子受益匪浅。说什么指点？倒是我要谢谢师侄才对。今日与你畅聊，我才真正获益良多，解开了多年的困惑。师伯言重了，弟子不过是沾了传承与运气的光。炼丹一道博大精深，师伯的造诣远超弟子，将来还少不了要继续请教师伯。没有其他事，弟子就先行告辞了。树玉峰的真传弟子，不行，
我得绕道走。糟糕，我不惹他，他自己要惹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好快的速度，难怪绘制遁地符要耗费大量灵力。普通筑基境制符师，就算灵力充盈，撑死也就能绘制2张。这东西果然是保命的好宝贝。我去，那么快！不是吧？有完没完啊！我的头差点撞死我！这位师姐，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追我干什么？你如果不跑，我又何必追你？可你不追我，我也不会跑啊！而且，是我师尊特意叮嘱我的，让我见到舒玉峰的人就赶紧躲开，怕我出事。是我唐突了，你就是小竹峰的林师弟吧？我是舒玉峰第一真传苏芷柔，我今日是特意为之前的事情向你说一声对不起。你师父让你来的吗？那倒不是，这只是我的个人行为。那件事给你添了麻烦，可错不在其他舒玉峰弟子，还请你不要迁怒于他们。师姐放心，我分得清轻重，知道这事与其他舒玉峰弟子无关，不会迁怒于他们。多谢林师弟理解。其实师尊他也是个苦命人，当年那件事对他而言太过残忍，他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作为弟子没能力改变什么，也不能为师尊报仇，只能照顾好自己的师妹们。这么说，舒玉峰弟子的日子不太好过。师尊的性格得罪了不少人，那些人惹不起师尊，就只能找我们这些弟子的麻烦。好在他们也怕师尊知道后报复，做事多少有些收敛，大多只是些小麻烦。我能做的也只有尽量护着师妹们，帮他们化解这些麻烦罢了。对了，师弟，你刚才为了躲我，用了不少遁地符，这些我都赔给你。另外还有我准备的一点赔礼，还请你收下。师姐，这多不好意思啊！一码归一码，你务必收下。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师弟，不要在宗门内随意使用遁地符。宗门许多区域都布置了防护阵法，贸然用遁地符穿梭，很容易撞入阵法屏障。运气不好的话，甚至会有性命之忧。多谢师姐提醒，难怪我刚才遁地后感觉撞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现在脑袋还晕乎乎的。你撞到阵法屏障了，我给你上点药。多谢师姐。师姐，你很孝顺啊。师弟，你怎么突然如此说？没事没事。哎，最近怎么回事？我心思不单纯了。等会儿了小竹峰就和星瑶和仙儿一起修炼。师弟，以后见了我们峰弟子也不必如此反应仓促。我们不是老虎，也不吃人。师姐，我知道了。好了，既然无事，那我先走了。好嘞，师姐。没想到作为峰主的江西玉，成天还要弟子给他擦屁股。丁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触发2倍返还，获得1缕灵力乘2。今日去内门访视看看，继续凑药材。没想到9转金丹的药材真是不好凑。太玄宗还有澡堂子，内门弟子按理说月宫里有除垢丹，还有澡堂子做什么？二师兄下令，咱们在外面不能欺负这林真传，但是在宗门内就无所谓。你们俩跟进去，看看这位林真传是不是像传闻中的那么厉害。正好试试幻梦蝶的能力。小家伙，释放你的幻术，叫他们吃点苦头。我靠，小家伙，你这也太给了吧！
我他妈是造了什么孽，要让我看到这种辣眼睛的场面？我的眼睛啊！你们有这种独特的爱好，不会藏在自己房间里吗？非要跑到外面来祸害别人的眼睛？两位师弟，里面什么情况？你们剑罡峰真是太恶心了！师兄，我们快跑，小心我们的清白不保！天大的秘密！剑罡峰男弟子夜号难堪，我难以言说，竟与同姓互通，恶心！误会，都是误会，你不要大声喧哗。哼，你们敢做不敢认吗？如果我们有假，你们不妨去看看。混蛋！你对我做了什么？你这样教我怎么面对我的道侣师妹？混蛋！我的嘴巴也很痛，你对我做了什么？我就说剑罡峰现在怎么男弟子越来越多，女弟子越来越少了，感情是心理上出问题了。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呀！太玄宗怎么就出了这种事？难怪剑罡峰第一真传常年在凌霄峰修炼不回来，肯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怕被波及才躲出去的。把他们两人押走。什么情况？我没欠你们灵石吧？师尊，大事不好了！怎么，魔教打来了，还是妖族打来了？比魔教和妖族更恐怖，好比洪水猛兽。我们峰的两名弟子伤在后紧张。啊！我峰竟有如此风气，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师尊，你是怎么管理弟子的？为什么宗门里会传出段北风这种混账流言？那些弟子到底怎么回事？成何体统？师尊，弟子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听到流言的第一时间，我就找到了那些弟子询问情况，他们都说平时都很正常，事发当时突然就觉得对方长得漂亮，很香，控制不住就抱在一起亲了起来。弟子怀疑他们应该是中了别人的幻术。幻术？查到是谁在背后搞鬼没有？能迷惑筑基境弟子的幻术，整个太玄宗能做到的人应该没多少吧？弟子打听清楚了，这几名弟子是想跟着小竹峰的林渊，而林渊前段时间在玉灵峰买过一只幻梦蝶，说不定是他搞的鬼。哼，幻梦蝶确实能施展幻术，但炼气境的幻梦蝶根本不可能对筑基境弟子造成影响。可这手段绝不是冷离月这正经人能搞出来的。可这林渊本来就邪门的很，他能炼制高品丹药，修为提升速度极快，说不定也能炼制高品四灵丹，把幻梦蝶硬生生堆到筑基境去。是啊，林渊能炼制出完美筑基丹、完美噬灵丹，对他而言应该也不是难事。有完美噬灵丹堆资源，就算是天生寿命短暂的幻梦蝶，也有可能突破到筑基境。再加上我刚针对过他，他有足够的动机报复剑罡峰。这样，你带点人去小竹峰，看看他那只幻梦蝶到底是什么境界。如果真是筑基境，那十有八九就是这小子在搞鬼。另外，这小子身上肯定有秘密，绝不简单。弟子明白。等等，记住，这林渊现在对宗门的价值极大，绝对不能伤他性命。如果真的是他搞的鬼，让他主动认错，在宗门内公开解释清楚，再拿出足够的赔偿就行了。弟子明白。林渊，你为何要刻意针对我剑罡峰？难道你不知道，同门之间应当团结互助吗？团结互助？上次宗门大招也没见剑罡峰弟子对我客气啊，他们来找我，肯定是澡堂的事。你不要岔开话题。你知道我今天来找你做什么吗？我还真不知道。你对我剑罡峰弟子使用那种龌龊下贱的手段，败坏我剑罡峰的名声，你对此作何解释？对啊，我确实有一只筑基境的幻梦蝶，但那又如何？这跟你们剑罡峰有什么关系？你敢说不是你利用幻梦蝶的幻术，陷害我剑罡峰弟子，害得我剑罡峰名誉扫地？周师兄，你这话就太过分了吧！你们剑罡峰弟子
自己做出那种丢人的事情，怎么能怪到我头上？不能因为我有一只幻梦蝶就认定是我做的吧？要我说，这太玄宗内会幻术的也不少，凭什么就一口咬定是我那幻梦蝶做的？他们是跟着你进了澡堂。林渊，你还是不是男人？敢做不敢当，是不是？哦，跟着我，你也知道是跟着我。要不是我跑得快，想必免不了你们背后阴我吧？这没有的事。你好歹也是剑罡峰的真传弟子，能不能讲点道理？凡事都要讲究证据吧。你什么证据都没有，就带着人上门逼我师兄认罪。你是觉得我师兄好欺负，还是觉得我们小竹峰好欺负？就是你太不讲道理了，不能因为我师兄有一只幻梦蝶，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污蔑他，没有证据就乱咬人，你算什么真传弟子？你敢说这不是你做的？你就是记恨我们剑罡峰，除了你，还有谁会做出这种事情？这就有意思了。我来太玄宗不过短短几个月，甚至都没见过你们剑罡峰的蔡峰主。除了你，我都不认识剑罡峰其他的人。我为什么要记恨剑罡峰？糟糕，我中了他说辞的陷阱。师尊针对过他，但总不能明面上承认啊！什么蔡峰主？我们剑罡峰的峰主是徐峰主，徐坤，徐峰主。不好意思，我来宗门的时间太短，记混了。林渊，你到底承不承认这件事是你做的？我承认什么？谁怀疑谁举证，否则我没做的事，我才不会承认。好，好，好，既然你不肯承认，那敢不敢跟我打一场？只要你能赢我，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可你要是输了，就必须公开出面道歉，承认是你用幻梦蝶陷害我剑罡峰弟子，还要对剑罡峰以及受迫害的弟子们做出补偿。你有病吧？我为什么要跟你打？这赌约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输了要认下莫须有的罪名，还要道歉和赔偿。你输了就一句当没发生过。这里面有5000灵石，只要你赢了，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5000中品灵石，那就是50万下品灵石。是下品。哼，堂堂剑罡峰第2真传弟子，执掌剑罡峰大小事务，给我赌5000下品灵石。算了，我不赌。师兄，我们这3个月的供奉不是都在你那儿吗？他才筑基不久，你筑基境6层，怕他做什么？咱们一定要赢回脸面，不然今后谁敢加入我们剑罡峰？是啊，我筑基境5层，剑罡峰第2大天才弟子，我会怕他。如果今日之事搞不定，师尊肯定会对我失望至极。好，我身上还有2000中品灵石，我也拿进来赌，你可敢应战？本来吧，这事儿跟我屁关系没有，我根本没必要跟你比。但看在你还算有那么一点点诚意的份上，行，我跟你比，我跟你比。哼，算你识相。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剑罡峰真传弟子的厉害。都散开点儿，给我们腾出场地。你们让开点，免得等会儿被波及。我就出一只手。极品引雷符，等等，你这是干什么？不是要比试吗？有什么问题？比试就比试，你拿这么多符篆出来做什么？你还要不要脸？真正的比试是靠自身实力决出胜负，怎么能借助这些外物？这小子50张极品引雷符，且不说威力堪比筑基巅峰，价值也上万灵石吧？都是太玄宗的真传弟子，怎么跟林渊一比，我就像个上不了台面的穷鬼散修？你这话就奇怪了。我用自己赚来的灵石买了符篆，难道不是我自身实力的一部分？我凭什么不能用？难不成比试的时候还得把储物袋上交，赤手空拳跟你打？一张极品引雷符，我兴许还能应对50张。我们比的是自身的实力，不是这些外物。你用这么多符篆，就算赢了也是胜之不武，传出去只会被人嘲笑。我已经达到了筑基境3层，我完美筑基，我灵力也比其他普通筑基强。对付他，我自然有其他手段，但我不能暴露秘密。少废话，是你主动提议要比试的，
现在又嫌我用符篆，我就问你，到底比不比？比就赶紧动手，要是不敢比，那就认输，然后赶紧带着你的人滚。你太过分了！过分？你带着人上门找茬，没有任何证据，就想境界压我，逼我认罪，也配说我过分？更关键的是，你连手都不敢动，简直可笑。滚的时候带走这些零食。你。有高手！林渊，你陷害我剑罡峰弟子，败坏我剑罡峰名声，如今还敢冥顽不灵，真当我好惹？真当我剑罡峰好欺负是吗？即刻认罪，诚心向我剑罡峰道歉，赔偿我剑罡峰所有损失，再杀了那只犯上作乱的幻梦蝶，此事便可就此结果，我也会既往不咎。好一个徐坤，纵容弟子上门欺负我弟子不说，如今还敢逼我弟子认罪，真当你一个元婴境修士就能在太玄宗一手遮天，没人治得住你了吗？冷离月，你讲不讲道理？分明是你弟子陷害我剑罡峰，我来问罪有何不可？问罪可以，但你总得拿出证据吧？没有任何证据就血口喷人，如何让人心服？何况你之前针对我徒儿的事情，我还没跟你计较，莫不是以为我是怕了你？徐坤，你不要太过分了。之前的事情我们都忍了，不代表我们怕了你，更不代表你可以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摆你的封主架子。两位封主，别动气。是啊，都是同门，千万别伤了和气。徐兄，不是我说你，你这做的确实太过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小珠峰，莫不是想破坏宗门和平？还有那只筑基境的幻梦蝶，你可知它代表着什么？那是修仙界第一只筑基境的幻梦蝶，极具研究价值，你怎么能张口就说要杀了它？徐峰主莫不是以为自己能在太玄宗一手遮天？冷离月好歹也是一峰之主，纵然小竹峰是新开的，底蕴不如你剑罡峰，却也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哈哈哈，都是同门，何必咄咄逼人？有什么事情，不如坐下来谈谈，以和为贵嘛。我操，这些峰主都那么闲吗？原本就是我和周沐风的小冲突，顶多师尊和徐坤两个峰主吵两句，现在所有峰主都来了。哼，你是铁了心要保这小子了？我提出的要求也不算过分吧？怎么不过分？你这是想把我小竹峰的脸面踩在地上，让我小竹峰一辈子抬不起头？好得很。我知道宗门里很多人私下都在议论，觉得我冷离月区一个金丹修士，不配单独开封立派。今日既然徐峰主不肯退让，那我便向徐峰主讨教一二，还请宗主成全，让我证明我冷离月有资格成为小竹峰之主。师妹，不可啊！徐坤是元婴9品修士，你不过是金丹9品，就算你是完美金丹，跨一个大警戒对战，太过凶险了。准了。不是，宗主他还真答应了？难道我还能真的杀了冷离月不成？宗主已经准了，徐峰主，请吧。好，既然是你主动提出来的，那我便接下了。还请诸位峰主做个见证，以免来日有人怪我徐坤毁了咱们太玄宗的绝代天骄。放心吧，不要小瞧了师妹，她既然敢主动请战，就必然有底气。完喽完喽，这下子徐坤怕是要倒大霉了。你说你没事惹他做什么？自讨苦吃啊！师尊，您认为徐峰主会输？可这是跨了一个大境界，金丹境修士再强，怎么可能战胜元婴境？就算是天阶上品灵根，也绝不可能做到吧？你不懂，冷离月哪里是天阶上品灵根那么简单？天阶上品灵根虽然稀有，1亿人里好歹能出一个，但他冷离月是千万亿个天阶上品灵根中才能诞生一个的真正天骄。他有特殊体质，如果我推测没错，他身负的是先天道体。先天道体更是号称几大最强体质之一，天生便能感应大道，万年难遇，修行速度、战力增幅远超寻常修士。你说他有多强？徐坤这是撞在铁板上了。什么？这么恐怖？这先天道体到底是什么概念？徒儿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
因为最近一次先天体质现世，起码也是几万年前的事情了。除了少数执掌宗门核心典籍的高层，以及我们这些精通观星术、能窥探一丝天机的人，绝大多数修士早就不记得这茬了。师尊，拥有这种先天体质的人，到底能走到哪一步？他们是否能打破寿元禁锢，甚至打破天地规则，强行滞留在人间不飞升？你为何会问这个？难道你当年施展窥天术时看到的是这些？师尊，不要问，我不能说，你也不能听，那是大恐怖。徒儿我天生福泽深厚，得天地钟爱，却只因一时贪玩施展窥天术，不经意间窥视到那一角天机，便气运逆行，瞎了双眼，变成如今这副被霉运缠身的模样。我也不知道先天体质的人最终能走到哪一步。如果不是我精通观星术，又曾见过合欢宗那位天阶上品灵根的天骄，将两人多次对比推算，也万万猜不到冷灵月的真实底蕴，只会像其他人一样把他当成普通的天阶上品灵根弟子。总之你记住，咱们这太玄宗宁愿得罪太上长老团，也绝不要招惹宗主和冷离月。宗主他很不对劲。徐峰主，出手吧。这是你自找的。师尊为了我，不惜以金丹境9成之力力抗元婴境的徐坤。我说什么来着？这是自讨苦吃。不可能！师尊，你只是金丹境9层，怎么可能这么强？这一剑代表我的态度，往后谁敢为难我徒弟，那就是与我为敌。怎么会？师尊，都是我的错。这就是先天道体的力量，跨境界碾压竟如此轻松。这才只是先天道体的冰山一角罢了。我不太擅长战斗，徐坤他很弱吗？恰恰相反，徐坤非但不弱，反而极强。他是地阶上品灵根，完美筑基，结丹时更是凝聚出了8纹金丹，再加上他走的是杀伐凌厉的剑道，放在太玄宗之外，绝对是1线水准的元婴境修士，同境界罕逢敌手。地阶上品灵根在太玄宗已经是凤毛麟角的天赋，放眼这一代弟子，目前也只有2人，一个是徐坤的大徒弟，如今正在凌霄峰修行，另一个便是拜入小竹峰的赵蒹葭。可即便是强到这种地步的徐坤，领先一个大境界，依旧不是李月的对手。天才在李月面前真的不够看啊！之前还觉得我靠着系统加持，完美筑基，各方面属性拉满，底蕴非常深厚，同境界或许能与师尊拜拜守望。我这是脑子秀透了，才觉得以自己如今的底蕴，即便同境界也能赢师尊。到底差在哪里啊？今日多谢诸位峰主仗义直言，冷离月在此谢过。师尊，今日之事都是弟子鲁莽，给师尊添麻烦了。无妨，我们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况且我也确实需要这么一场战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之前宗门内不少人私下议论，觉得我不过才金丹境界，不配单独开封立派。我顾及同门颜面，不好主动出手证明自己。如今徐坤自己跳出来当这个踏脚石，倒是省了我一番功夫。那蔡长老没事吧？什么蔡长老？他叫徐坤，你可别再叫错了。放心，他没事，我又不是冲着杀他去的。别小看元婴境修士的生命力，我没伤他根基，过不了几天，他就能继续蹦跶了。那就好，不是我心软，我担心徐坤吃了亏又打不过师尊，转而把怒火又朝我身上撒。你放心，他已经见识过我的实力，
如果只是些无伤大雅的小动作，我可以当没看见。但他但凡敢动你性命，就算是坏了太玄宗的规矩，我也要让他偿命。林小友，你那只幻梦蝶当真筑基成功了？可是有什么特殊技巧？要知道，幻梦蝶古往今来就没有筑基成功的先例啊。没有什么特殊技巧，全靠砸资源。楚风主应该知道我的底细，我既然能炼制完美筑基丹，自然也能炼制完美四灵丹。加上那只幻梦蝶确实还算努力，所以才侥幸突破到了筑基境。那林小友能不能卖我一些完美四灵丹，还有筑基境的完美养灵丹？当然可以，这丹药可比完美筑基丹好炼制多了，没什么难度。好，有了这2种完美丹药，宗门里一些大有潜力的妖兽，说不定都能顺利晋升境界。太玄宗有你，真是捡到宝了。至于你需要什么交换，尽管开口，只要是我玉灵峰有的，我都给你。我这2位师妹刚突破到筑基境，还没有合适的灵兽相伴。楚风主能不能帮他们选2只有潜力的灵兽？这有何难？我一定给他们挑选最好的，保证是潜力顶尖，能跟随他们一起结丹的灵兽。师兄，真的可以吗？你们刚筑基，实力还不够强，有合适的灵兽相伴，我也能放心不少。那太好了，多谢师兄。你们跟我去玉灵峰挑选灵兽吧。至于丹药的事情，就麻烦林小友多费心了。放心，我这几天就炼制好，到时候让人给你送过去。你对他们倒是上心，不过毕竟他们跟了你，你能力范围之内给他们一些帮助也是应当的。对了，千万不可厚此薄彼，沈长老那边你也得表示一些。啊，师尊，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了？这事儿我也没往外说啊。适合炼气境妖兽的100颗四灵丹和适合筑基境妖兽的100颗养灵丹，搞定。师兄，我们回来啦！筑基境的妖兽，楚风主还真是出手阔绰。他们好可爱。是啊是啊。这只狼是笑月狼，属于群居妖兽，只要它的实力足够强，就能去征服一定数量的狼群为己所用，算是很实用的灵兽。这只猫是暗影猫，擅长遁入黑暗，身手灵活，偷袭和探查都很厉害，实力也不容小觑。楚风主确实没糊弄你，这是筑基境妖兽用来提升实力的完美养灵丹，你们先拿着给他们用。对了，明日你们帮我把给玉灵峰的丹药送过去。我这辈子都没想过，真有人能在金丹境越级挑战元婴境，还能做到单方面碾压。冷风主也太强了吧，简直颠覆我的三观。修仙界向来都是元婴压着金丹打，从没听说过这种跨境界吊打的情况。难怪冷风主能号称太玄宗有史以来的第1天才，这实力真不是吹的。天阶上品灵根，恐怖如斯。冷风主这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一鸣惊人啊！之前还总有人私下议论他金丹境开封名不副实，现在没人敢这么说了吧？真想加入小竹峰啊！以前只觉得小竹峰峰主才金丹境，又没什么产业，比不过其他老牌峰门。现在一看，这些都是好事啊！小竹峰才刚起步，现在加入，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以后还能混个管事当当。我决定了，申请去小竹峰。剑罡峰现在名声臭了，凌霄峰竞争太激烈，小竹峰现在正是崛起的时候，跟着混准没错。仙儿、星瑶，你们把这些弟子先去找沈长老，背调一下他们背景，防止心术不正的人入小竹峰。另外，咱们招收弟子还要等拍卖行办起来，小竹峰有进账才能。你要他们能等的便等等，不能等的就算了。是，师兄。筑基境6层了，宋师伯和沈长老也把药材送到了。这个速度下去，很快就能达到9层。药材只有50份，不过这也够用。我操！我的灵根从黄阶下品提升到了黄阶中品了，这吞天引气诀果真非凡。灵根品质提升了，我这徒孙有点东西啊。
去！错觉吗？刚才好像感觉到有逆天异象要出世，怎么突然就消失了？林渊也没搞出什么动静，算了，修炼吧。吓死我了，还以为失败了呢。不过，之前炼制完美筑基丹都引发了异象，这九转金丹能让普通金丹变成完美金丹，效果明明更逆天，怎么反而没异象了？不过没有异象也是好事，这九转金丹的效果太逆天了，要是引发大的异象，到时候麻烦可比完美筑基丹那次还大。这玩意儿不愧是逆天之物，我这一天也就炼制了1颗，而且显得很累。师兄，我们修炼了长乐宫里更有趣的东西。丁，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触发2倍返还，获得1缕灵力乘2。检测到宿主损失2缕灵力，触发2倍返还，获得2缕灵力乘2。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触发2倍返还，获得1缕灵力乘2。不好，我的状态不对劲儿，灵力运转滞涩，心神也难以集中。这样下去，只怕很难完成完美筑基。难道我真的要放弃，一直输给林渊？不行，我是要成为小竹峰第1真传的人，怎么能有筑基失败这种黑历史？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成功筑基！完了，以我现在的状态，100%没法完美筑基了。一旦失败，我最多只能上品筑基，这对我后续的修行影响太大了。对了，我还有筑基丹，如果有上品筑基丹推动一把，说不定就能稳住状态，完美筑基。这一堆东西是什么？难道是师尊想让我看看对什么有兴趣，方便后续辅修一门技艺？3颗完美筑基丹，那么重，肯定没啥好东西。不过不要白不要。天啊，这是完美筑基丹吧？竟然还是3颗！果然，有一个好师尊，就相当于站在了更高的起跑线上。有这完美筑基丹相助，我这次完美筑基稳了。肯定是林渊迫于师尊压力，才给了3颗的。小竹峰可不能他来管，等我完美筑基，我来管。又有异象，完美筑基的。没想到璃月这小竹峰还真是精彩不断。又来，上次也有异象，可被硬生生压了回去。这次是……峰主，不好了！观星台塌了，大师姐被埋在下面，还被砸伤了。又塌了，他跑去观星台做什么？师尊，救我！师尊，别碰我！你不好好在洞府，怎么跑到观星台来了？师尊，之前那股异象你也察觉到了吧？那绝不是自然消散，必然是有绝世大能出手镇压，说不定哪位大能就能帮我化解气运问题。所以我想借着观星台的力量进一步推算，找出那位大能的踪迹。没成想，推算失败，还引发了观星台坍塌。师父，您能不能再帮徒儿最后一次？徒儿想再用一次窥天术，如果这次能找到化解气运的办法，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找不到，徒儿不如一死了之，免得留在这世上害人害己，自己也痛苦不已。好吧，吩咐下去，重新布置观星台。本座要布置窥天法阵。我也达到了完美筑基，好，太好了！
师妹果然没令我失望，现在她也完美筑基，不愧是地阶上品灵根的天才。现在她追上了我，心中对我肯定多有不服。师妹，这次师兄再给你送一份大礼包。恭喜师妹完美筑基，功成出关，这是师兄的一点心意。那就谢谢师兄了，这肯定又是师尊让他给我的，借花献佛是吧？不日后我修炼超越你，就能当上大师姐，以后我也会多多关照你的。师妹，我知道你不服我，你现在完美筑基，那不服之心更甚。不过你可要一直保持这样，表面笑嘻嘻，内心桀骜不驯的样子。系统奖励该来了。检测到宿主被占便宜，损失不转精通、阵法精通、御兽精通、炼气精通、炼丹精通、各类阵法图谱、炼气境药材若干，筑基境药材若干，筑基境上品法器一大堆，下品灵石10万，千年灵髓液1瓶，触发3000倍返还。奖励发放6品阵符术、6品阵法精通、6品御兽术、6品炼气师、6品完美炼丹术、6品阵法图谱若干。金丹境药材若干，元婴境药材若干，化神境药材若干，特殊法器冰道战匣，极品灵石300，万年仙髓液1瓶。我操，师妹还真是个宝藏女孩啊！这一波返还，直接让我的底蕴翻了好几个档次。不过这件冰道战匣属于特殊法器，我给师妹送了一大批筑基境上品法器，都是从天宫峰白嫖的，我用着多余，没想给了师妹，得到了特殊法器。这成长的也太离谱了吧！这件法器，它现在充其量只是元婴境法器，后续每提升一个品级，都需要吸收海量的高品质法宝。但现在对于我来说，并不算什么难题。一方面我现在财富到位，另一方面，我掌握了6品完美炼气术。更关键的是，我每月上交完美筑基丹后，可以名正言顺的去他们那里打包一批闲置的法器回来，专门交给冰道战匣吸收提升，还有万年仙髓液效果，远超万年灵髓液，哪怕只剩一口气，服用1滴也能满血复活，堪称保命神物。我都完美筑基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不是，你筑基几层了？6层，怎么了？6层。之前我和他都是炼气9层，就算他前些日子筑基，可他仅仅只是黄阶下品灵根，差距也不会太大，我很快就能追上才对。可现在已经是6层，怎么可能？师尊到底给了这家伙多少好东西？虽说师尊对我也不错，给了不少资源，尤其是那3颗完美筑基丹，如果不是服用了其中1颗，我这次恐怕就筑基失败了。可跟师兄一比，总觉得我的待遇差了一大截。师妹，怎么看着你脸色不太好？没事。不对，我终究是天才，潜力远超他，有没有这些资源都不影响我的成长。可师兄灵根实在太差，能有今日的进度，多亏了师尊的栽培。你也知道，我是首席真传大弟子，我如果修为太低，难免不服众。我就知道师尊偏袒他，不过我凭借天才资质，迟早都会超过他。到时候师尊肯定也会高看我，重用我，到时得宠的就是我。罢了，终归是要当我师弟的人，我也不必太过苛刻。他灵根低劣，这辈子能凝结1文金丹，活个500-600年已是极限。等我日后成为大师姐，多照拂他几天便是。确实，能拜入师尊门下是我们的福分。我先去拜见师尊了。星瑶、仙儿，这次外出，一方面是售卖丹药，另一方面是收集各峰的丹药需求。好几位峰主都向我们订购其他类别的完美丹药了，咱们可要保密，别让丹顶峰的同门的生意难做。那师兄，我们先走。星瑶，你呢？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游戏性的弟子见过师尊。师尊，这不是我给师妹的吗？哼，不是吧？师尊该不会是把东西拿回来了吧？那我触发的系统奖励会不会被扣除？你呀，难道还不知道这里面的物资有多珍贵？怎么能随随便便送出去？何况你师妹并没有研究这些的心思，
我便帮你拿回来了。还有这里面的千年灵髓液，你师妹天赋卓绝，不缺这点助力，反倒是你更需要它。完了，这下系统要扣掉奖励了。咦，这是啥情况？系统好像没有收回奖励的意思。难道送出去的东西还能够拿回来？不对，我是送出去，但是拿回来是师尊的个人行为。我也只是看看师妹对哪方面感兴趣。另外，师尊不是说会为我寻来万年灵髓液，这东西给我也就浪费了，还不如给师妹。也对，我反而忘记这茬了。那这个千年灵髓液就给他用吧。我也知道你的心思，蒹葭确实是天才不假，但是我早就说过，我的大弟子只会是你，所以你也不用太过谦让，偶尔也好好管教一下他，让他少点小心思。弟子明白，多谢师尊信任。我这个便宜师尊对我的维护那是没得说，不过我有难言之隐，我根本不在意大弟子的身份，给赵蒹葭送那些东西，也不是为了讨好他，纯粹是为了刷系统奖励。现在师尊收回了这些，师妹内心那得是多恨我。不对，师妹越恨我，越觉得偏心，那刷奖励才更顺利啊。都怪我没有亲自去林家一趟，让他在林家受了不少委屈，才养成了这般小心翼翼的性子，生怕得罪任何人。该死的林家旁系，要不是得让我徒儿亲自动手报仇雪恨，了结因果，我现在就去青州城把他们全灭了。罢了，你心思细腻，这并不是坏事，但你千万不要小瞧自己。天才常有，可完美丹药却千古难求。如果不是担心暴露你能炼制完美丹药的本事，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让你难以在外行走，为师也不至于这般遮遮掩掩。这样一来，反倒让不少人觉得你是走后门的幸运娃，打心眼里瞧不起你。待他日，我实力足够，必会昭告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从来都不是什么庸才，而是天才中的天才。等我给徒儿们夺了造化，我就不必一直压制境界了，不然叫旁人小瞧了我。多谢师尊，徒儿必不会辱没师尊的期望。总有一天，我会向世人证明，师尊没有看错徒儿。蒹葭那孩子终究还是年轻了些，心思浮躁。他对你的误会，暂时就让他误会着也好，免得他口无遮拦，泄露了你能炼制完美丹药的秘密。后续他要是有什么不好的举动，你该打就打，没必要惯着他。他要是真不服气，大不了我给他换个师傅。啊，怎么感觉师尊像是赵蒹葭的恶毒后妈？不过对我也太好了，看来我只能尽快提升自己，不辜负他。弟子明白。也不知道师妹此刻会不会骂我。本来还想着晚点让星瑶和仙儿再去天宫峰讨点法器回来，没想到师尊直接给我全拿回来了，正好试试这冰道战匣的效果。竟然有3种选择。第一种是让冰道战匣直接吸收投入的法器，用来提升自身品级。不过目前冰道战匣已经是元婴境极品法宝，用筑基境的法器来提升，效果微乎其微，完全没必要浪费。后续找些珍稀材料再尝试不迟。第二种，将投入的材料炼制成全新的法器，也就是说，只要材料足够，他甚至能直接炼制出元婴境极品法器。不过眼下投入的都是筑基境材料，最多只能炼制出极品筑基法器，算是极限了。至于第3种，竟然是将材料炼制成一次性的自爆法器，乖，这也太逆天了吧！平时存放在战匣空间中会被战匣的力量压制，不会出现意外，可一旦寄出去，就能直接引爆，威力惊人。要是炼制一批元婴境的一次性自爆法器，遇到敌人时全扔出去，这不就跟轰炸机一样吗？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费钱，但这对我来说算问题吗？先尝试炼制2把筑基境极品法器，送给星瑶和仙儿。赵蒹葭那边也可以找机会送一把，正好再刷一波奖励。晚点再收集些材料，给沈梦瑶炼制一把金丹境极品法器。师尊那边以后估计得弄一把元婴境极品法器才行。对了，刚才送出去的东西被师尊拿回来，系统却没收回奖励的事情，还得好好研究一下。系统还有很多功能没被发现，也不说给个说明书，我得找个人试试先。上次故意掉丹药太过刻意，这次的不刻意。
看来丢东西让人捡走，不算系统认定的吃亏。也是，要是这办法可行，我每天到处乱扔东西就行了，奖励来的也太容易，一点挑战性都没有。什么情况？见过真传师兄，是凌霄峰第一尊禅安然师姐发布了一个任务，奖励特别丰厚，大家都在讨论此事。撰写语录需气势恢宏，彰显天骄气魄，例如天地正气，太玄当领，如有采纳，奖励一件筑基境上品法衣。这奖励对普通弟子来说确实是大手笔，说白了就是装叉语录呗。这凌霄峰的安然师姐有点中二啊。不过筑基境上品法衣，这个我有点心动，毕竟法器太多，法衣这样防御类型法器还没有。这任务我接了。送我真名者，轮回中得见永生。仙之巅，傲世间，有我安然，就有天。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仙路尽头谁为峰？一剑安然，道成空。我操，太豪气了！我听着都热血沸腾。师兄也太有才了吧，随手就能写出这样的句子，这才是天骄该有的气魄啊！你来了。梦瑶，生生造化丹的效果如何？我的根基已经稳固的差不多了，再有10天半个月，应该就能尝试结丹了。等我闭关结丹，再去小竹峰陪你。嘿嘿，好。不过你这进度和我预料的时间差不多，我帮你炼制了几颗降尘丹。降尘丹，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这辈子恐怕都没有结丹的希望了。待我成功结丹，几个月后的秘境开启，我会进去一趟，看看能不能寻到帮你改善灵根、强行结丹的宝物。哪怕希望再渺茫，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因为我不希望你早早离开我。放心吧，我师尊的实力你还不清楚吗？他会帮我的。况且我自己也精通炼丹之术，凝结金丹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那秘境你就别去了，即便你成功结丹，短期内也只是金丹1品，境界尚浅。秘境之中机缘虽多，却也危机四伏。改善灵根、强行结丹的宝物何等珍贵，必然引无数人争抢。以你现在的实力去争夺，太过危险。我可不希望你出事。真的，如果冷风主肯出手相助，那几乎就是10拿9稳的事情了。确实比我去秘境碰运气靠谱多了。当然是真的，这是师尊亲口跟我说的，所以你可不许乱来。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不伤心死才怪。那可就太好了，待我成功结丹后，就去学习一些特殊的功法，到时辅助你修炼。大师姐，您之前发布的任务有人接了，任务堂那边把回复送过来了。大师姐，您受伤了吗？伤势严重吗？这天下又有几人能伤得了我？这绷带之内，不过是我封印的太古魔龙罢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师姐，您怎么了？要不要我现在就去请峰主过来？不必，只是我的邪王真眼又悸动了，老毛病了，师尊他也解决不了，不用麻烦他。好，那师姐您多保重身体。大师姐成天都在幻想自己是个隐忍，将来拯救天下的天才，眼睛也没问题，有时候还抱怨眼罩戴久了不舒服呢。把东西给我吧。好，太好了！送我真名者，轮回中得见永生。仙之巅，傲世间，有我安然就有天。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仙路尽头谁为峰？一剑安然道成空。大气，太大气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么精妙的句子？只是这未免也太大气了点吧？我要是在外面敢喊出这些话，怕不是会被各路天骄围殴致死，也太拉仇恨了！可惜了，真是太可惜了！人生最悲惨的事，莫过于得到了如此精妙绝伦的句子，却没胆子喊出来。除非是冷师叔那种级别的存在，不然谁用谁死啊！大师姐，
这几句确实太过张扬，不太好用。不过能写出这种句子的人，肯定也能写出稍微低调一点的吧？不如大师姐让人查查是谁写的，找他再重写几句。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还是你聪明，不愧是我最贴心的师妹。快去帮我查查这是谁写的，我要亲自去拜访他。是，大师姐。送我真名者，轮回中得见永生。仙之巅，傲世间，有我萧炎就有天。仙路尽头谁为峰？一剑寒力道成空。写的真是荡气回肠，令人胸口一片畅爽。遇到魔教妖人，我那么一喊，感觉都底气十足。是啊，不过我们自己说说还好，要是外面去说，肯定会被打死。没错。林师弟在吗？这声音很陌生啊。这造型故意为之，看着很病态中二啊。我叫安然，凌霄峰大弟子，今日冒昧前来，还请见谅。实在是师弟写的语录太对我胃口，我特意来见见你，顺便把任务奖励的法衣送过来。云清寺师伯的真传大弟子，见过安然师姐，师姐满意就好。满意？我可太满意了。就是这语录太过大气，我要是贸然在外面喊出来，怕是会被人打死。这不，我就厚着脸皮过来，想让师弟再帮我写几个收敛些的，当然不会白要你的，依旧用上品法衣来换。同样是真传，剑罡峰的周沐风穷了很多，可这安然师姐还真是富庶，几句中二句子就能换上品法衣。这样啊，那我再写几句便是。我安然，唯有一剑可搬山，断江倒海，降妖镇魔。金丹之下我无敌，金丹之上一换一。好，太好了！我安然一生行事，何须向他人解释？我有一剑，可斩日月星辰。这些如何？可以，太可以了！师弟，你实在是太有才了。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师姐，你没事吧？他如此作态，怕不是中二病犯？无碍，无碍，只是我的邪王真眼又悸动了，老毛病了。果然是个中二病。这件上品法衣就给师弟你了，我先回去了，以后有机会再见。怪事了，最近这眼睛怎么老是痛？难道是我那愚蠢的姐姐在搞事？真是个重度中二病患者。3把筑基境极品法器已经炼制完成了，耗时差不多1天，平均炼制一件要8小时。不过我只是注入了一点力量，没全力催动战匣。要是全力以赴，速度还能更快。这个效率我已经很满意了。不过筑基境法器对我来说，很快就会被淘汰。我已经有金丹境极品法器飞鸿剑，也没必要耗费精力再炼制金丹境极品法器了，倒不如把资源都用在炼制一次性金丹境法器上，这比炼制正经的金丹境极品法器容易得多。遇到筑基境敌人，直接扔极品引雷符；遇到金丹境敌人，就把这些一次性法器全扔出去自爆。至于正儿八经的战斗，没必要，我又不差钱，就该用符合我身份的战斗方式。其他极品法器送给星瑶和仙儿。太棒了！这千年灵髓液效果简直逆天，居然还强化了我的身体素质，让我的战力大幅提升。师尊对我真是太好了，这种宝物都舍得给我，林渊肯定不会有我这样的待遇。梦瑶正在闭关冲击结丹，有完美降尘丹，结丹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事情。另外，我还抽空收集了一批金丹境的炼器材料，虽然都是普通材料，但用来炼制一次性自爆金丹法器绰绰有余，每天稳定可以产出2-3把。另外，我现在各个领域都是6品技能，特别是6品阵法师，1品对应炼器，2品筑基，3品金丹，4品元婴，5品化神，6品则是炼虚。不过我筑基境的修为只能制作出金丹境阵法，倒是在外界完美结丹必备之物。金丹境阵法，阴阳两仪阵的图谱，我这就开始制作阵法。阴阳两仪阵成了，堪称金丹境阵法中的巅峰存在，可攻可防，既能屏蔽神识探查，抵御神魂攻击，还
还能遮掩结丹时引发的异象，用来辅助结丹再合适不过。另外，我也顺利提升至筑基大圆满境界，距离金丹境只有1步之遥。另外，手中金光护体符、遁地符各有100多张，冰道战匣里储存了60多把一次性金丹境自爆法器，哪怕遇到金丹修士，我也不怕。师尊，青州城拍卖行的事情已经筹备完毕，弟子打算今日启程前往青州城。一来是把拍卖行的局面打开，二来是处理一下我林家的事。情况我已知晓，你自去吧。路上务必小心，切记不可逞强。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优先保全自己，不要争强好胜。实在无法应对，便来找我。弟子明白。青州城，林家，我林渊回来了。怎么就让那个小畜生翻身了呢？凡儿也被赶出了太玄宗，以后再也拿不到太玄令了。咱们林家这以后可怎么办啊？该死的沈家，一群趋炎附势的狗东西，就知道舔林渊那个废物的臭脚。他们现在死死盯着咱们府邸，摆明了是不想让我们离开青州城。一个以前随便我们柔元搓扁的废物，凭什么能让沈家这么为他卖命？那个小畜生心机深沉，早知道当初就该直接拍死他。如今他成了太玄宗真传，绝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关于林啸天的事情，你们最好给我烂在肚子里。只要他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或许还会有所顾忌。可如果让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就算他屠了我们整个林家，外界不仅不会说他半句不是，反而会夸赞他为父报仇，恩怨分明。那位大人应该不会坐视这小畜生顺风顺水吧？如果那位大人能来，我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事到如今，也只能寄希望于那位大人了。师兄，我娘和妹妹在那边。去吧，我这边还要与沈夏两家的人寒暄片刻，晚点抽时间再陪你见他们。谢谢师兄。见过林真传，见过林真传。诸位，别客气，我们不如开门见山了。拍卖行筹备的如何了？林真传，一切准备妥当，就等您金口一出，然后开业。好，林真传，那今夜沈家设晚宴，还请您赏脸。老祖，梦瑶和我不是外人，您不必客气，晚宴我会参加的。伯母不必多礼，仙儿现在跟了我，哪有长辈给晚辈磕头的道理？仙儿也常跟我说起家里的情况，大致情形我都清楚。往后你们若是想留在青州城，我会吩咐沈家和夏家多加照拂；若是想随仙儿去太玄宗小竹峰生活，我也会妥善安排。我们家仙儿果然没有跟错人。师兄，咱们起那么早，今日拍卖行又没开业。是啊，师兄。今日我准备回林家一趟。回林家？那我跟你一起。我们一起。好。不好了，李渊回来了！想来你们应该知道我今日为何而来。对于你们，我的耐心有限，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小渊，住口！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如此称呼林真传？想清楚自己的身份，该怎么称呼？难道还要老夫教你吗？没错，老夫见了林渊都要恭敬地喊一声真传，你他妈也配直呼其名？我难怪不管是主角还是反派，都爱戴小弟跟班。这种打脸立威的话，若是我亲自说出来，实在掉价，有损逼格。可让跟班或者小弟代劳，效果却截然不同，既达到了震慑目的，又保留了自身的沉稳气度。是林真传，我们终究是一家人，就算此前有过些矛盾，也没必要赶尽杀绝。这般形势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也……够了，我没兴趣听你废话。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父亲林啸天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这怎么可能？
我跟啸天虽有分歧，但终究是兄弟，怎么可能害他性命？就是啊，我们怎么可能害啸天那孩子？我们可是血脉相连的家人啊！一家人，既然给你们体面你们不要，那我就只能用一些不体面的手段了。就这，掏出一只小蝴蝶，竟是筑基境的幻梦蝶。林真传果然神通广大，竟能将如此稀有的幻兽培育至筑基境。小家伙，该你出手了。哈哈哈！林素芬，你个贱人，总算弄死你了！老子是入赘林家不假，但这些年兢兢业业，从没对不起林家半分。可你呢？终日对我非打即骂，还敢在外面养小白脸，你活该去死！什么？林万山，你个杀千刀的畜生！你不过是个没落家族的庶子。我女儿看上你，让你入赘林家，你竟然敢害死她！我跟你拼了！林真传，饶命啊！都是这个畜生干的好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啊！求求您放过我！一家人，如果你想先一步下去给我爷爷赔罪，我不介意成全你。大人，您可算来了！我按照您的要求弄死了林啸天那个家伙，也准备按照您的要求把林渊那小子困在林家当牛做马。可他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得了小猪风令，成了太玄宗真传。现在他回来报复我了，您可得帮帮我呀！没想到我爹之死还有这般隐情，那个所谓的大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杀我爹？为什么要囚禁我？林家的事情不算多复杂，如果是爷爷的仇人，没必要杀了儿子再囚禁孙子，而是该斩草除根。唯一的疑点就是那个在记忆中完全不存在的母亲。根据过去的记忆，关于母亲只说是我爹在外的姘头。某一日，有人将尚在襁褓中的我送到林家，说是林啸天的孩子，让他抚养长大。父亲天赋平平，难不成机缘巧合与某个大族女子有了牵扯？生下孩子后，女子被家族抓回，为了保护孩子，才将孩子送到林家。如果真是这样，那对方不杀我，只囚禁我，或许是想用我当筹码，逼迫母亲改嫁或者妥协。当然，这一些只是我的猜测。小家伙，这两人这小子的小蝴蝶竟然会幻术！林真传，我错了，我也是身不由己呀！如果我不照做，那人就会杀了我。求求您饶我一命，那人肯定还会来找我，到时候我一定配合您把他抓起来。配合我抓人？我看你是想等他来了，再抱着他的大腿，求他帮你主持公道。杀了我吧！不会的，我绝对不会。您要是杀了我，对您的名声不好，万一影响到您的真传地位。我又不是灵石法宝，做不到人人都喜欢。我为父报仇，斩杀害死父亲、侵占林家产业的赘婿一家，清除家族败类，乃是天经地义，何来影响名声之说？不，你不能杀我！杀了我，关于大人的线索就彻底断了。你也配谈线索？但凡你有半分价值，也不至于一问三不知。那人如果真想继续针对我，难道看不出我留着你不杀是在钓鱼？所以你根本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杀了你又何妨？那就一起死！区区炼气8层，也敢在我面前猖狂？爹没了！不要啊！我们知道错了，我们改！求求您饶我一命，我们是一家人啊！堂弟，不，林真传，以前是我们的错，你放了我们吧。你们不是知道错了，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不过你说的对，我们好歹也算家人，让你们走得痛快一些，是我最后的仁慈。林家宅院内所有人都立刻到前堂来！剩下的这些人，全是曾经针对过我和我爹的人。林真传，我这就派人过来清理庭院，把这些尸体扔去乱葬岗。至于这林家祖宅，麻烦老祖帮我查一下林家之前被遣散的那些老仆，看看有谁愿意回来。往后就让他们帮我照看着这祖宅吧。
师兄，你大仇得报，为何有点不开心？师兄，你做的没错，他们这些都是坏人。虽如此，但我内心还是有些牵动，怕是已成心魔。这样吧，听瑶、仙儿，我现在四处转转，你们先回去，争取早日适应拍卖行。以后这些你们多费费心。可是具体怎么操作呢？像极品筑基丹这类稀缺品，不会大量投放，偶尔拿出一颗压轴即可。至于极品聚气丹，就不用在意太多了。虽说价格不如极品筑基丹，但胜在需求庞大，能长期稳定吸引客源。再偶尔拿出几颗极品生生造化丹，这类高阶丹药当压轴，足以撑起拍卖行的名气。只要名气打出去，客人和优质拍品自然会主动找上门。拍卖行的盈利模式很简单，主要靠抽取佣金，可别小看这佣金，如果成交额度巨大，收益也相当可观。你们去吧。我爹之死幕后之人到底是谁？如此境界太高，我得快点结丹才行。我得先去找一处能结丹的宝地。此地乃沈家领地，这次结丹一应俱全。现在我准备的物资足以让我冲击结丹了。有着阵法和极品灵石加持，即便金丹巅峰修士来袭，也难以攻破。谢谢你。原主早已经死了，只是心中仇恨未消，执念显化为心魔。好在我已经帮他报了仇，这份因果算清了。如果没有报仇，恐怕此刻已遭心魔反噬。从没听说过这种情况，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好，封主，还请节哀。大师姐若是泉下有知，也不愿看到您这般消沉。眼下最要紧的是处理好大师姐的身后事。没想到，他要我以他为计，用窥天术窥探天机，寻找一线生机，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你去安排吧。宗主法旨，关兴峰一切照旧，小离的身后事暂且搁置，3日之后再议。是。我这是死了吗？也好，本就是在苟延残喘，只愿师父不要太过伤心。若有来生，我依旧愿做他的弟子。我真的要死了吗？我好不甘心。送我真名者，轮回中得见永生。什么名字？哪有这般逆天威能？我还不想死，我不要就这么死去！我不要死，我要喊出那2个字！胡闹！有这么大的背景，走什么轮回路？是想毁了这众生轮回之所吗？也不知出了什么差错，竟让你进了轮回路。这对眼睛与你有缘，便当做赔偿吧。明帝大人，您怎能如此行事？那可是上任明帝的九幽魔统啊！将这般至宝给了内人，岂不是意味着九幽要公开站队了？大征之事已至，众生皆为棋子。即便先帝在这大事面前易如蝼蚁，谁又能独善其身？你们莫不是觉得只要隐匿不出、不表立场，就能躲开这场浩劫？即便本帝身为轮回之主，也不敢断言能安然度过此劫。尔等不过区区仙王，竟也想作弊上官，简直可笑！难道
真的躲不过吗？我等修行数元会，才有如今的实力与地位。若是在这场浩劫中化为尘土，未免太过可惜了。本帝又何尝甘心就此陨落？大争之事本就是一场豪赌，成则登峰造极，败则魂飞魄散。尔等退下吧，此事无需在意。我能看见东西了，我的眼睛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死了吗？徒儿，你没死，你真的没死，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师尊，我应该是死过一次了，可又莫名其妙活了过来，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没死就好，没死就好。对了，宗主特意下法旨，让我为小李停灵3日。难道从一开始，宗主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宗主太深不可测了。对了，小黎，你身体要是没什么大碍，就跟我去见宗主。我没事。小李，放心，他没事。你这徒弟倒是有点意思，不如留在我身边吧。这是小李的造化，那就让他随时在宗主左右吧。那你退下吧。刚才看到了什么？弟子什么都没看到。你暂且留在我这边吧。弟子明白。小13，安排一下他的修行住处。跟我来吧。姐姐，我该怎么称呼你啊？名字没什么意义，宗主也记不住。在我那个圈子里，我排行13，你叫我13姐就行。太玄宗似乎正好有13位太上长老来着，应该不可能吧？好，13姐，太玄宗里还有什么特殊圈子？难道是宗主身边人的专属小圈子？不对，说起来，宗主他真的好可怕啊！话说，我这眼睛咋回事啊？以前也看不到那些东西啊。原来这金丹纹路还有这般讲究，显然是纹路越突出，实力就越强。这么说来，我即便眼下结成的是3纹金丹，也得靠9转金丹，从第1纹开始逐步强化，完成9次蜕变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完美金丹。师尊的金丹恐怕也产生了异变，不然实力不会那么离谱。就是总觉得我和他之间还差了点东西，到底是啥呢？不过话说回来，以我现在的实力，哪怕只是金丹1品，在普通金丹境里称一句无敌，也绝不过分。踏入金丹境，心里总算踏实多了。毕竟暗处还藏着针对我的人，实力上去了才敢硬气。到了金丹境，筑基期的符箓就没用了，对付筑基修士抬手就能镇压，没必要用符箓，得赶紧准备金丹境符箓。金丹境符箓功能更多，花样也杂，倒还挺有意思。哼，好在我还有冰道战匣，暂时够应付麻烦。拍卖行那边应该已经开卖了，有极品筑基丹镇场，不愁没客人，这次肯定能血赚。回头得多收些元婴境甚至化神境的炼器材料，把冰道战匣的品级往上提提，才更稳妥。神石这东西还挺有意思，有个金丹境6层，看样子是冲我来的。不过真是奇怪，我结丹难道没有异象？那我还跑这里结丹做什么？哪来的金丹境神石？难道是沈家那几个老东西发现我了？应该是路过的金丹境修士，神识扫到我了，不然总不能是那个贱种吧？一个黄阶下品灵根，侥幸进了太玄宗，筑基就顶天了，结丹根本不可能。不过他这阵法倒是有点门道，不愧是太玄宗，底蕴就是厚，对他还挺舍得。不是吧？眼前这不是黄阶中品灵根吗？竟然是个金丹境修士！看够了吗？不对，你是林家那小子林渊，他不是黄阶下品灵根吗？怎么成了中品？对了，你不是筑基境吗？怎么成了金丹境修士？你认识我？这人会不会就是逼灵湾山囚禁我的幕后黑手？多说无益，
下辈子投个好胎吧。你莫不是林婉山口中的大人？可你之前明明不想杀我，不然我也活不到现在。怎么这次出手就下死手？我倒挺好奇原因。此一时彼一时，之前确实不能杀你，但这次我收到的命令就是取你狗命，老老实实受死，我还能让你少受点罪。元婴镜法器看着还挺不错，太玄宗倒是大方，可惜啊，你一个金丹境根本发挥不出元婴镜法宝的威力，这东西你握不住，还是给我吧。搞什么？一出手就自爆金丹法器，你他妈是疯子吧？哪有人这么战斗的？而我还是金丹6层，怎么会不敌你这个金丹1层？巧了，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老实交代，是谁派你来杀我的？你以为问了我就会说？哼，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今天算我栽了，但凡吭一声都算你赢。倒是挺硬气，不过你不说，我也大概有了猜测。应该是我母亲的家族派你来的吧？之前不杀我，想必是想用我的性命要挟我母亲就范。现在动手，应该是你们已经达成目的，我活不活也就无所谓了，对吗？不得不说，你这离谱的猜测逗到我了。本来我打算什么都不说，看在你这么搞笑的份上，就大发慈悲告诉你，你母亲啊，早就死了，都死了好几年了。什么？难受了？我要是你，不如趁早自杀算了，一了百了。为什么杀我父亲？为什么？他就是个没担当的孬种，他不死谁死？你肯定很好奇吧？我就好心告诉你一点吧，你父母的结合就是一场意外。事后你那畜生爹吓得逃之夭夭，你娘回到家族后才发现怀了你，家族为了保存颜面，本来要她堕胎，她却死活不肯，拼了命把你生了下来。结果家族一怒之下把她杀了，还好她临死前求人把你送走，不然你早就成了一抔黄土。怎么样，知道真相是不是很痛苦？没人盼着你来到这世上，是你害死了你娘，我要是你早自尽谢罪了。看来要让你失望了。我娘拼了命生下我，给了我这条命，就是希望我好好活着。我不仅要活下去，还要带着她的份，活得更精彩。所以，你是我母亲家族的人派来的。不好意思，你又猜错了。你母亲的家族早就没了，全死光了。靠！他妈就不能痛痛快快说话？少跟我玩这套，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派你来的？想知道啊？我偏不告诉你，毕竟我还要为家里人考虑。你也别得意，你早晚会来陪我。那位大人肯定还会派人来杀你，因为你是他的魔杖啊！靠，看来真得学一手搜魂术，或者摄魂术了，或者赶紧把幻梦蝶培养起来，不然再遇到这种情况，真是能憋死。呸！真是个穷鬼，比剑罡峰的人还穷。林真传，出什么事了？金丹境修士的尸体，天，黄阶中品灵根竟然能结成金丹，难不成地上的男子是林真传杀的？这下不好隐藏了，那就不隐藏了。这人想杀我，被我反杀了。目前我还不清楚幕后黑手是谁，你们让人把他的样貌画下来，四处打听打听，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查不到也没关系，我们回去就安排。开门红，真是开门红啊！极品筑基丹的诱惑力太大了，周围有头有脸的势力都来了，最后拍出了天价。而且我们透露出后续还有极品丹药，这下不愁没客人了。客人一多，自然会有更多人主动送拍品过来。那就好。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都是些小打小闹的麻烦，有太玄宗的名头在，再加上沈家老祖坐镇，没人敢在拍卖会上捣乱。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找沈家，沈家搞不定就派人通知我，我会让人过来处理。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杀人夺宝的事儿，他们不敢在拍卖行动手，可一出拍卖行就有人敢铤而走险。要是出事的客人多了，会影响拍卖行的名声。
咱们得尽快招一批人手。要是客人有需要，就派人护送，确保他们安全。等我回太玄宗，先招一批弟子过来，专门给客户提供护送服务。小竹峰以后肯定要扩张招弟子，总得给他们安排任务和福利待遇，总不能学剑罡峰那群穷逼，让弟子们去给其他峰打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久而久之根本招不到优质弟子。这样一来，既能把产业经营好，赚的钱能用来发展小竹峰，让林真传费心了。小事。对了，我卖丹药赚的灵石，记得帮我收购资源，只要是我需要的，都帮我收集，贵一点也没关系。废物！这点小事都干不好，反倒被人反杀了！求求你不要伤害她好不好？她是姐姐唯一的血脉。妇人之仁，一个死了的女人，值得你这么念念不忘？那个废物不死，你就永远过不了心里那关，根本没法更进一步。她是无辜的。正因为你这样，我才非要杀他不可。除非你让我炼化你的意识，将身体交给我。不可能，我绝对不会妥协。我清楚，一旦你炼化了我的意识，肯定会杀了他。怎么可能？我们卡了这么久，就是因为你始终不肯信我，才迈不过第9步的道心与魔种融合。一旦融合成功，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舍不得杀他，我又怎么会动手？我要是被你炼化了意识，那我还能是我吗？谁能保证我还守得住初心？更何况你之前明明答应我，只杀那个害了姐姐的男人，绝对不会伤害小月。结果呢，你还是派人去杀他了，这让我怎么再信你？如果不是你始终揪着过去不放，我犯得着非要杀他，断你最后一丝念想吗？你为你那个姐姐做的还不够多？为了给她报仇，你甘愿堕入魔道，修炼道心众魔大法。你拼到半条命都快没了，才屠尽那个偌大的元婴家族，本分尽到了，就该放下过去为自己活。另外2个圣女都踏入第9步成魔了，我们再不融合，圣女之争只有死路一条。够了！我既然愿意为他堕魔，为他屠灭整个家族，就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命害死姐姐最后的血脉。我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了，天魔宗圣女之位我根本不想要。我看你才是蠢透了！你当天魔宗是什么善地？你该清楚道心众魔大法的。天魔宗把你送进正道宗门，让你学玄门正宗心法，打牢道心根基，又让宗内即将作化的大成境修士把毕生凝聚的精气神全都给你，在你体内种下魔种，这才让你踏入功法第2阶段。你知道天魔宗在你身上投入了多少？你要是敢半途而废，咱们俩都得死无全身。道心众魔大法，只有迈入第11步，才能剥离魔种人格，回归本我，做回最初的自己。我不管什么圣女之争，我绝不会让你动小月，除非我死。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到时候林渊还是要死，你也会彻底消失。我绝不会要你得逞。这由不得你。林家三姑婆一脉已灭，可林家还是要发展的，这些物资留给你们。家主，你在太玄宗变强，我们才能活得更好，你留着吧。我不会缺资源的，师尊和宗门待我不薄，留着吧。拍卖行的事就交给你们了，后续资源我会派人不停送。是，林真传。你结丹了，这也太离谱了！我特意压着境界不晋升元婴，本就是想等机会帮他夺些造化，希望能用逆天宝药帮他强行结丹。毕竟林渊灵根太差了，正常来说几乎没有结丹可能性。没成想这小子下山一趟，居然自己悄咪咪结丹了。弟子之前去丹顶峰请教过宋师伯，得了些炼丹经验，现在能炼出完美降尘丹，靠着丹药辅助，就顺利结丹了。你确定？这话跟我说说就好，可别让你宋师伯听见，不然我怕他羞得从丹顶峰跳下去。师姐自己都练不出完美降尘丹，哪有本事指点林渊练出来？不对，你的金丹气息太强了，跟普通金丹完全不一样，让我仔细看看。这不用了吧？
我还能害你不成？藏藏掖掖的干什么？快过来让我看看！我眼花了，这是异变9纹金丹，这可是连天阶灵根都做不到的事。你一个黄阶下品灵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弟子也不清楚具体缘由。不过师尊您也知道我在林家的遭遇，这次彻底解决林家的时候，结丹时心魔被金丹吸收，然后就变成了这样。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这情况太过特殊，我也没听过类似的先例。先不说金丹异变的事，你这9纹金丹又是怎么搞出来的？别说话，让我仔细看看。还好还好，我还真怕你被什么老怪物夺舍了。看来是我多虑了。其实是弟子得了一套秘法和丹方，就是之前提过的那位2品炼丹师传承里的。那丹药叫9转金丹，能补全金丹底蕴，助人凝结完美金丹。只是那位前辈天赋有限，自身只修到筑基境，没能用上这丹方。竟还有这种丹药，难怪你没找我要金丹境的结丹法门，就自己悄悄结丹了。弟子也是赌一把，不确定这丹药和法门能不能成。毕竟我的灵根太差，怕说了之后让师尊失望，就没敢提前告知。你呀，早跟你说过，我会帮你夺造化，你却不肯多依靠我这个师尊。好在结局是好的，只是这事太过扎眼。黄阶下品，不，你灵根品级成了黄阶中品，想必是异变结丹所致吧？如此低微的灵根，完美筑基，还凝结出异变9纹金丹，这要是传出去，整个修仙界都会疯狂，各方势力必然会不择手段来抢你这丹方和秘法。我得去你祖师那边，帮你讨个遮掩气息的法门，绝不能让人发现你的异常。遮掩气息的，这感情好啊！那就麻烦师尊了。师尊，徒儿，怎么突然跑来找我？徒儿突然觉得好没面子。师尊，您知道吗？我那弟子林渊机缘巧合得了套秘法和丹方，那丹方能助人凝结完美金丹。他结丹时还受心魔影响，金丹直接异变了。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是好事没错，可我这个师尊跟个摆设似的，他成长路上我几乎没帮上什么修行上的忙。那小子实在太邪门了，我刚才都差点以为他被老怪物夺舍了。你又不是只有一个弟子，弟子省心难道不好？大弟子那边没能给你的成就感，倒是能在二弟子身上找找。你第一次当师傅，得明白一碗水端平的道理，免得弟子间心生嫌隙。师尊教训的是，弟子明白了。不过林渊这事确实棘手，那9转金丹要是被外人知晓，必定会引来杀身之祸，弟子不知该如何处置。这你大可放心，世间诸事皆有定数，9转金丹乃夺天地造化之物，9颗便是极限。你回去让林渊再试着练一次，他自然会发现再也练不出来了。还有这事？那是自然，世间万物皆有定数，越是珍贵的东西越难量产。9转金丹也是同理，绝不可能批量炼制。那9转金丹的事，徒儿就放心了。可林渊那是异变9纹金丹，我自身天赋出众，凝结异变金丹倒也合理。可他是黄阶下品灵根，这就太过扎眼了。一旦被人察觉，必定会有人心生歹念，暗中图谋。所以徒儿想求师尊赐下一门遮掩法门，帮他隐藏金丹异常，免得招来杀身之祸。这事好办，我这儿恰好有一门适合他的法门，名为纳地归虚诀。此法能吸纳大地厚德之气，调和体内阴阳，既能进一步稳固他的根基，更能隔绝他人窥探，隐藏金丹秘密。师尊竟有这等法门，徒儿此前从没听说过。这法门本就不适合你修炼，倒是你那徒儿恰好合适。你回去后只可传给他一人，切记不可交给其他弟子，更不可擅自修炼，否则只会害了他们。弟子明白。师尊，这功法
精妙绝伦，算是什么品级？能否称得上仙品？仙品之所以是仙品，那是因为它只能是仙品。有些功法初看平平无奇，可在特定之人、特定境遇下所能发挥的威力，远非仙品功法可比。这纳地归虚诀便是如此。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欺负蒹葭了？冤枉啊，师尊！弟子真没做什么。刚从您洞府出来就碰到师妹，她一看见我，二话不说就坐在地上哭了。我问她原因，她也不肯说。弟子现在也一头雾水啊。蒹葭，你怎么回事？师尊，徒儿心里难受啊，好难受。这个林渊怎么回事？我本是代师学艺，资质远超林渊。我刚筑基成功没多久，林渊就一路冲到了筑基6层。我现在筑基2层，他外出半个月，竟然直接结丹了。看来是我太过忽视他了。蒹葭，你随我回洞府一趟。你师兄灵根太差，今生本就注定成就有限，而林家曾对我有大恩，我即便倾尽所有，也要保他一程。他这次修行速度突飞猛进，也是我刻意为之。你能明白为师的难处吗？所以，师兄是师尊寻来逆天宝药，强行帮他结丹的。林渊结丹的真相太过惊人，绝不能对外泄露。可以这么说，师尊，徒儿不是嫉妒师兄，只是觉得自己灵根比他好，却被他越甩越远，一时没绷住。您的难处徒儿懂，林家对您有恩，您帮他也是应该的。徒儿天赋不差，不靠这些外物也能追上，往后会静下心来好好修炼，不再浮躁了。林渊黄阶下品，这种金丹多半也是战力低下，潜力也耗尽了。我只是暂时落后，凭我的完美筑基，将来大概率能凝结8文金丹，迟早能追上，甚至远超林渊，根本没必要计较这一时得失。虽说修炼不应一味依赖外物，但为师也会尽力为你寻来一些温和的辅助资源，帮你加快修炼进度，不落后于他人。这些你先拿着用，晚点我再让你师兄给你送些丹药过来。多谢师尊。我去找你师祖说了你的金丹情况，他提及9转金丹是夺天地造化之物，9颗便是极限，之后就再也练不出来了。还有这事儿？那我试试。失误了？不是失误，我状态极好，每一步都做到了完美，只是最后一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冥冥中阻止成丹。看来师祖说的没错，这9转金丹真的只能炼制9颗。那位素未谋面的师祖，似乎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竟能精准洞悉这等天地秘辛。这样也好，毕竟这不是完美筑基丹，影响实在太大。如果你能无限炼制，后续如何处置反而会让人头疼。不能再练，倒也省去不少麻烦。另外，我找你师祖为你求了一门功法，名叫纳地归虚诀，能遮掩你异变9文金丹的异样。往后行事务必谨慎，万万不可暴露金丹秘密，否则必会引来各方势力觊觎，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林渊是天阶灵根，达到这样的成就，没人会过分深究。可他黄阶灵根，达到如此成就便很可怕了。他的表现给了所有人希望，而这个希望最后变成贪念。好了，你下去修炼吧。这功法师祖特意叮嘱，只适合你一人修炼，其他人绝不能学，切记不可透露给任何人。另外，你准备一些物资给你师妹送去，为师将你现在成就全部归到你柯资源身上。那更好啊，这样师妹嫉妒心更大，心里更不平衡，我又能刷一波返还了。弟子明白。修士一般都是吸收灵气修炼，这吸收地气修炼的功法，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感觉还挺新奇的。先回去试试效果。这纳地归虚诀，竟与他的吞天引气诀隐隐有些联系。头疼啊！不过总归是好事，纳地归虚诀没什么隐患，还能完美隐藏我异变9文金丹的秘密，哪怕是高阶修者，也很难发现端倪。只要我不在战斗中暴露实力，几乎不可能被人察觉，这能帮我省去无数麻烦。当然，
如果非要暴露，那么只要确定可以灭口，就能确保安全。而我如今刚入金丹境，还不算强大，正是需要时间成长的时候。有这门功法在，便能安心提升自己。每次师妹返的奖励都多多的，这次我给她塞得满满当当，希望返一波更丰厚的奖励。我是小竹峰资质最高的弟子，师尊已经开始重视我了，这次还特意要凌渊送物资给我，肯定很丰厚，还真是期待啊！师妹，开门，师兄给你送物资来了。师妹，师尊叫我给你的资源。知道了，谢谢师兄。那没其他事，我继续修炼了。好，师妹，你一定要抓紧修炼，跟上师兄的步伐，不要辜负师尊一片好意。你也好意思提这个？你不磕师尊那么多资源，如果都给我磕，我比你提升的还快。再会了，师兄。这次是师尊亲自叫他送我的，里面肯定有好玩呀。这次我可下了血本，希望系统给力一点啊！丁检测到宿主被占便宜，损失金光护体符30，遁地符30，筑基境极品丹药若干，炼器筑基金丹境炼器材料若干，幻灵拳、雷遁术、残本，上品灵石100折合，下品灵石100万，触发5000倍返还。奖励发放：五行护体符30，虚空小诺衣服30，化神境极品丹药若干，元婴化神炼虚境炼器材料若干，秘术生万化身，完整天雷遁术，极品灵石5000块。来了来了，果然还是师妹靠谱。照这个趋势，以后还能继续薅下去。见过三圣女大人。我要你们去杀一个人，此人是太玄宗真传弟子林渊，可有问题？圣女大人，太玄宗底蕴不输我天魔宗，真传弟子身份尊贵，杀他不难，但后续麻烦肯定不小。太玄宗绝不可能善罢甘休，必然会寻仇报复。另外2位圣女也绝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此事对您不利，不如换个法子。你说的有道理，那你说该如何除掉他？之前圣女就曾调查过此人，据属下所知，那林渊目前不过筑基境界，如果让他在秘境试炼中意外殒命，倒也合情合理，谁也挑不出毛病。圣女大人可以让人去太玄宗联络，提议开放我天魔宗的试炼秘境，与他们交换秘境名额，说是为了提升2派筑基弟子的实力，之后再安排几个得力弟子在秘境里动手即可。好主意，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属下遵命。别怪我心狠，要怪就怪你挡了我的路。你资质平平，本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不如成全我，也算是物尽其用。